我是一个外卖员，每天能接到各种各样的奇葩订单。昨天接了一个送蛋糕的订单，备注的是粉丝送给女主播的生日礼物。结果女神一开门，我就看见里面肥头大耳的榜一大哥。女主播看见蛋糕十分嫌弃，舔狗的东西我才不要，给你吃吧。说完，女主播便关上了门。本着不浪费食物的原则，我把蛋糕吃了下去。可没想到这是一个毒蛋糕。吃下毒蛋糕之后，我觉醒了食神系统。只要我吃下高品质的食物，食神就能给我凡人无法想象的力量。我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吃着白米粥，眼前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个数据：白米粥，食材新鲜度 62%， 制作工艺评级85分，综合评分68，部分米粒已经出现霉变趋势，寡淡无味，勉强能给猪吃。奖励体质强化+1，一股暖流瞬间进入我的身体，我感觉自己身体里有说不出的舒畅和活力。想不到一碗白米粥竟然就能有这样的奖励，我当下决定要带食神吃最高级的食物。但是在医院，我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别说高级的食物，现在我一个烤肠也买不起。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医院，刚一出门就有一个主播拦住了我。等等，我这有300块钱，能不能带我去一家最好吃的馆子？我立马带他来到了我经常去的面馆，一人点了一大碗牛肉面。刚吃了一口，我的眼前立马浮现出系统的评价：牛肉面新鲜程度 92%， 制作工艺评价88分，获得美食能量90点。看着系统里的提示，我给对面的主播介绍了起来。汤头清澈见底，油花均匀，这是用新鲜牛大骨混合了10几种天然香料，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小火慢熬至少12个小时才能调出的高汤。小伙子，这你都吃得出来？主播直播间里的网友也炸锅了。卧槽，这是外卖小哥吗？这是美食家吧？细节哥，听他这么一说，我口水都流下来了。真的假的？我又尝了一口之后，继续点评。面条粗细不均，边缘光滑，入口进到弹牙，绝对是手工制作。牛肉厚薄均匀，纹理清晰，火候和时间都恰到好处。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这辈子都找不到这种神仙小馆。他的直播间也是异常的火爆，看到他的直播间，我忽然若有所思。现在我有了食神系统，我也可以做主播，我一定能成为最火爆的主播。第二天，我开启了我的第一次直播。我来到了一个高分烤肉店，吃了一口烤肉之后，系统立马出现评价：食材新鲜度负 18%， 火候过猛，外焦里生，检测到亚硝酸盐、卡拉胶和大量食品添加剂，综合评价29分。我对着镜头说道：怎么说呢？吃完第一口就感觉穿越了，好吃到穿越了。我就说吧，主播刚才笑就是因为太好吃了。我摇了摇头说道：这家店的厨师不应该叫厨师，他应该叫魔术师。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他能将这块古董肉完美的伪装成新鲜肉，简直就是医学奇迹。我感觉不是在吃饭，而是在给一个刚出土的文物做断代鉴定，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当我说完之后，我的直播间瞬间火热起来，他们这才明白我是在讽刺这块僵尸肉。就在我看网友弹幕的时候，餐厅的经理走了过来。你好，请问我家菜品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刚才还在夸你们家厨师呢，有什么不满？你可以提，在我们店里胡言乱语搞直播不太好吧？我对他的态度十分不满，直言道：能把一块存放了18个月的牛肋条，通过嫩肉粉、保水剂和酱汁做得跟新鲜的一样，这难道不是一种本事吗？你胡说八道！我们用的是最新鲜的安格斯牛。安格斯牛的脂肪是均匀的大理石花纹，而餐厅里面的脂肪和瘦肉分层明显就是普通黄牛。为了掩盖解冻产生的酸败味，用了过量的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吃多了会致癌。当我说完这些的时候，整个餐厅的客人都炸了锅。退钱！所有客人都嚷嚷着要退钱，经理叫了2个保安上来围住了我。而我的直播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所有人都在喊着主播牛逼。我丝毫不慌地指了指桌角的手机，想动手？直播间里3万人看着，你要是不服的话，可以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现场进行检测。如果没超标，我当场给你们磕头道歉；但是如果超标了，就立刻关门闭店。当我完这句话后，经理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当场就给我跪下。我对着镜头给了他们这排名第1的烤肉店一个最终评价：狗都不吃。我关掉了直播，潇洒离去。此时我的账号粉丝已经暴涨到了5万多，我的剪辑视频也顶上了同城热搜第1，粉丝们都推荐我去霞姐小厨吃12块的盒饭。于是第二天中午，我便来到了这家简陋的小店。等我来的时候，这家店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这家小店环境简陋，比昨天的烤肉店差了很多。我直播间的兄弟们都觉得不靠谱，这能行吗？看起来就埋汰。我一边看着弹幕，一边买了一份盒饭。招牌盒饭里是红烧肉、鱼香肉丝，还有清炒豆苗。我坐在小店的角落里，一股朴实无华的香气飘了出来。我吃下一块红烧肉，系统立马出现提示：食材新鲜度 85%， 五花肉乃是新鲜购买非冷冻品，制作工艺评级70分，无任何添加剂，综合评价76分。食神对红烧肉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尝了一下剩下的2个菜，鱼香肉丝里脊肉、木耳、胡萝卜均为新鲜购买，食材新鲜度 88%， 制作工艺72分，综合评价78分。清炒豆苗食材新鲜度 90%， 制作工艺68分，无食品添加剂，
综合评价75分。直播间里的兄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大家都想看我打假。我捋了捋思路，对着直播间笑道：“兄弟们，这次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这家饭店的用料非常新鲜，味道很家常，就像是邻居阿姨给你做的饭一样。12块的盒饭，爆出水电，老板娘可能只能赚1块钱。她把所有的成本都放在了食材上，所以我的结论是强烈推荐，并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多么的惊为天人，而是推荐在这个价位上的那份诚恳和干净。”直播间顿时火爆了起来。我突然想我妈了，她做饭也是这个味儿。本来是看打假的，结果被上了一课。为之发我要去尝一尝。就在我刚刚走出霞姐小厨的时候，旁边的一个翘脚牛肉吸引了我。牛肉的味道十分浓郁，我顺着香味儿就走进了胡同里面。此时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爷子正在招待客人。大爷，来碗牛肉。直播间的兄弟们都没听说过这道菜，我立马解释起来。翘脚牛肉是乐山的非遗美食，牛下水加装草药熬成的汤，因为好吃的让人站着吃都不够，只能翘起一只脚，所以叫翘脚牛肉。老爷子给我送上楼来一碗牛肉，我还没等说话时，神立马激动了起来。有能量的波动比之前你吃的垃圾好太多了。汤色奶白而不昏，清亮而不刮，这是牛骨和牛油配上10几种中草药慢炖6、7个小时才能调出来。系统提示也跳了出来，食材新鲜度95%，牛肉是当日宰杀，药材为陈年精选，制作工艺评级94，汤底调制手法传承古法火候老道，牛杂处理无异味刀工精湛，综合评价就91分。我吃了一片牛肉之后，只觉得又嫩又滑又香。直播间的兄弟们看到我这么享受的表情，有些着急了，催促我详细点评一下。我吃饱喝足之后开始了表演。锅汤看似简单，实则大有情分。除了姜和枸杞之外，还有7味不常见的药材，比如能够活血行气的川穹，能够调和诸味的甘草，能够去除腥炭的白芷，还有碧拔和山奈这2味药材是点睛之笔，不仅能祛湿健脾，还能让汤的鲜味提升一个层次。调出这样的汤，绝对是技艺此道几十年的老师傅。我话音落下，老爷子忽然嗖的一声站了起来，脸上掩饰不住的震惊。伙子，你也是做这行的？不是，我就是个爱吃的。老爷子浑浊的眼睛金光一闪，表示光是爱吃，可吃不出来我的配方，你不简单。直播间里彻底疯了，我去，老板亲自下场认证了，主播牛皮，这已经不是美食博主了，这是美食家啊！老爷子兴致上来了，干脆坐在我身旁，聊起敲脚牛肉的门道，从汤底的演变到不同部位涮烫时间，知无不言。吃完牛肉后，所有粉丝都在推荐我去老杨馄饨，20年的老店味道一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来到店里。老板，来碗馄饨。随后摆好手机开始直播，吃了一口馄饨之后，系统立马出现提示：食材新鲜度78%，猪肉是冷鲜肉，面粉较清淡，略有受潮，制作工艺评分72，检测到添加剂硼砂，严重违规，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综合评分15分。我强忍着没有把馄饨吐出来。我想起来前段时间的新闻，有些不良商家为了让馄饨皮更加劲道，会在面粉中掺入硼砂，这种工业材料是有毒的。我有些不悦地质问老板：你这馄饨皮是怎么做的？就是普通面粉，怎么了？老板，你真是高人啊！我吃了这么多家的馄饨，从来没吃过这么劲道、这么爽滑的。在汤里泡了这么久，一个都没破，你这手艺真是绝了！熟能生巧。哼，不瞒你说，我是个美食主播，今天带着6万粉丝前来学习。普通面粉绝对做不出这种效果。我斗胆猜一下，你这秘方是不是用了硼砂这味神药？你胡说八道什么？老板，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真心想要求教。您这20年的功夫肯定有自己的心得，您这硼砂在哪里买的？1斤面粉要加多少才能不涩？我直播间6万多兄弟都想见识见识您这化腐朽为神奇的传统手艺呢。我的直播间瞬间炸了，我操，神他妈请教，这是在杀人诛心啊！化腐朽为神奇的老手艺，这阴阳怪气的功夫，老杨，我谢谢你啊，还帮我推广。而老杨此时已经汗流浃背了，其他顾客听到这话纷纷放下了筷子，一个个都嚷嚷着要退钱。不仅如此，还要让老杨带他们去医院检查。看到老杨毫无作为，我拿出手机打算拨通食药监的举报电话。老杨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可惜我没打算放过他。很快，执法人员来到现场，他们对现场的食材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果证实了我的推断，食品里面硼砂严重超标，老板当场被带走，店铺也被查封。一夜之间，我的粉丝涨到了10万，粉丝们送我一个称号，民间食安监督员。就在这风口浪尖上的时候，一家名为蜀香阁的火锅店老板公然挑衅我，他在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他站在自家店的门口说道：我叫刘富贵，是这家蜀香阁的老板。我今天把话放这儿，我们蜀香阁是全市最干净的饭店，后厨36个摄像头，24小时无死角直播。你不是很能耐吗？我向你发出邀请函，你来我店里随便吃随便查，你要是能吃出一点问题，我刘富贵就把这口锅吃了。这视频一出，立马登上了同城第一。蜀香阁在本地是出了名的贵，人均要300块，主打高端大气上档次，评论区也都说他家不错。
虽然贵，但是物有所值。我等到下午5点，火锅店上课的高峰期开启了直播，标题也很简单粗暴，受邀品鉴蜀香阁，希望能让我满意。刚一开播，人气瞬间到了10万。我进来之后，老板刘富贵热情地招待了我。兄弟，你可算来了，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全算我的，随便拍随便看，主打就是一个真实透明。家人们，这里环境没得说，老板也很敞亮，希望能吃顿好的。味道太正，麻辣鲜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个香味简直绕梁3日，余味不绝。我从未吃过这么香的火锅，感觉吃了一口就想吃第2口，有点上瘾啊。老板，你这里是什么秘方？老板哈哈大笑，表示商业机密无可奉告。就在此时，系统忽然出现数据：食材新鲜度 93%， 牛油当日炼制辣椒、花椒均为上品，制作工艺评级85，炒制手法老道，火候精准。添加剂分析检测到罂粟碱麻、非可待因、纳可丁等生物碱成分，严重违法，长期使用会导致人成瘾，并且损伤神经。综合评分负50分。我放下筷子，对老板伸出个大拇指。你家这火锅味道确实霸道，不过你家这厨子是正经做川菜的，还是在金三角当绝命毒师的？兄弟，你是在开玩笑吧？老板，你别紧张，我这是在夸你们家厨师的跨界能力，能把吗啡、可卡因这些东西和牛油、辣椒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既能让人精神亢奋，又能最大程度的掩盖它们本身的味道。这个收益在整个餐饮界都是独一份的，这已经不是厨艺了，而是犯罪心理学。你家厨师是个天才。当我说完罂粟碱和吗啡这些名词之后，旁边的客人立马指着老板开始辱骂了起来。刘富贵也十分激动，指着我说我诬陷。几个保安又一次把我围了起来。直播间的兄弟们心都已经提到嗓子眼上了，一个个全都发弹幕让我跑。但是我十分淡定地对刘富贵说：“我直播间20多万人看着，你难道要当着这么多人杀人吗？一个小瘪三，跑到我店里来造谣，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刘字倒着写。”你说我造谣，敢不敢赌一把？就赌你这锅底到底干不干净。你家后厨24小时直播干净透明，因为你的问题根本不是在后厨，而是在你的配方上。罂粟科这种东西磨成粉熬进油里，就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就算我报警，食药监的人来了，取证之后没个3-5天也查不出来结果，到时候你早就把证据销毁得一干二净了，对不对？你说我没证据，现在就给你找证据。我拿起一个网眼极细的漏勺，开始在锅里面打捞。我捞出来一大堆食物残渣之后，开始用筷子拨弄着里面的东西。我在一堆香料里面找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东西，这个就是罂粟滋，很多人不认识它。这个东西是国家严令禁止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这个老板很聪明，将它磨成了粉，但是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再好的粉碎机也不可能把每一颗种子都磨碎。1颗可能是意外，2颗可能是巧合，10几颗，老板你怎么解释啊？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自己打110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第二，我帮你打，你选哪个？最终刘富贵还是选择自己自首。警察将刘富贵带走之后，味儿还挺香的，又不是毒药。香有什么用？我说了要去店里吃，店里带座位的那种。请你吃大餐好吧，兄弟们，我今晚真不想凑合泡面了。临近哪有做菜好吃的店啊？推荐一个呗，胖哥家常菜回锅肉一绝。回锅肉可是川菜之首，最考验一个厨师的基本功，越是家常菜就越难做出菜。我当下做出决定，来到了一片老工业区，找到了胖哥家常菜。店面小得可怜，就连招牌都是褪了色的塑料板。我进去之后，一股混合着油烟汗味和饭菜味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什么地方？猪圈吗？忍着。老板，来一份回锅肉，1碗米饭。这盘回锅肉卖相非常霸道，肉片均匀通透，肥肉的部分被煸炒的微微卷曲，透着焦香，瘦肉则紧实不柴，吸满了酱汁。我尝了一口，瞬间激动了起来。豆瓣酱的酱香和猪油被高温煸炒后独有的焦香，简直让人回味无穷，咸香甜鲜层次分明。系统提出出现食材新鲜度 96%， 猪肉是本地黑猪2刀肉，当日宰杀，蒜苗为自家泡菜坛，出品新鲜脆嫩，邯郸豆瓣酱为陈年上品，制作工艺评级95分。煮肉火候精准，断生而不烂；煸炒火候刚猛，出油而不干；调味返璞归真，堪称教科书级别。添加剂无，综合评分93分。食神立马激动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食物，
这才是凡间该有的烟火之味。本师神决定，这道菜可以收录进我的食谱名录里。你这次干得不错。直播间的兄弟们看到我吃饭的表情都惊呆了。我放下筷子，语气郑重地说道：“我收回之前的话，这不是苍蝇馆子，而是藏在人间的美食圣地。今天我给大家上一课，什么才叫一盘真正顶级的回锅肉。首先要选肉，顶级的回锅肉必须用2刀肉，肥瘦6四开，肉质紧实，肥膘丰厚。其次是火候，一片完美的回锅肉得炒出灯盏窝的形态，必须大火爆炒，多1分则干，少1分则腻。没有20年的功夫练不出这手艺。”正在前台忙活的老板听到我的话，停下了手里的活，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诧异。我没理会老板的惊讶，他用的油不是色拉油，而是纯粹的猪油，只有猪油才能把香味激发出来，才能给这道菜注入灵魂。听完我的话，老板惊讶地说道：“小伙子，你也是厨子？”老板，你误会了，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平时爱琢磨点吃的，班门弄斧让您见笑。老板，再来个宫保鸡丁和鲜烧白，米饭再来1碗。胡辣荔枝口，川菜的精髓之一，鸡丁嫩滑无比，一咬就在嘴里化开。显然是用鸡腿活肉做的，芡汁调的堪称一绝，甜酸咸辣麻香比例恰到好处，多1分则腻，少1分则寡。我的眼前再次出现系统数据：宫保鸡丁食材新鲜度90%，鸡腿肉为当日宰杀，花生辣椒均为优品，制作工艺评级88分，花油火候精准，鸡丁嫩滑软香，添加剂无，综合评分87分，佳作。但在细节上略有瑕疵，食神有些不满。以为是个王者，结果是个星耀，整体功力不错，但是这花生米怎么回事？绝对是厨子偷懒了，他用的不是自己炸的花生米，而是外面买的成品，差评。确实，你说的对。兄弟们，这道宫保鸡丁是一道功夫菜，鸡丁要嫩，芡汁要亮，味道要正，这3点老板都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我敢说这水平吊打本是99%的川菜馆子，但是这道小菜有个小小的瑕疵。老板，您这道菜堪称完美，如果能抽空自己炸一盘花生米而不用外面的成品，那这道菜就不是87分，而是90分了。今天太忙了，店里花生米用完了，我让婆娘去隔壁超市买了1包，但这你都能吃得出来？直播间瞬间炸锅了，网友们都非常震惊，甚至怀疑我是外星人。这哪是吃饭，这分明是人肉质谱分析。就在这时，第3道菜上来了，咸烧白，码得整整齐齐的五花肉片，每一片都呈漂亮的酱红色，肉皮晶莹剔透，闪着诱人的油光。我吃了一口之后立马赞不绝口，肥肉的油脂已经被蒸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胶质的软糯和醇香，瘦肉也吸饱了汤汁和芽菜的咸鲜，入口即化，满嘴留香。系统出现提示：古法咸烧白，食材新鲜度96%，带皮五花肉为精选，芽菜为顶级市售品，制作工艺评级95分，煮炸蒸3道工序堪称完美，火候掌控已入化境，添加剂无，综合评分93分，凡间极品，只差一步便可封神。食神一脸遗憾地说道：“处理的不错，火候堪称大师手笔。可是这肉皮是败笔，煮漂之后入油锅之前，表皮的水分没有彻底晾干，导致炸制时油温瞬间降低，肉皮起泡不够均匀。虽然入口即化，但是细品之下，少了一丝应有的极致的酥化感，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油筋之气，就像是一件完美的玉器。最后抛光的时候留下了一道头发丝般的划痕，可惜可惜。”你这3道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家常菜，特别是这道咸烧白，各种工序堪称教科书。但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今天炸这块肉皮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着急了？肉皮表面的水分没有完全晾干就下了油锅吧？你怎么知道？今天中午人太多，锅里催得急，我就稍等了10来分钟。直播间里几10万观众都懵了，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么微小的失误都能尝出来，简直就是妖孽。小兄弟，这顿饭我请了，我开店20年，你是第一个能把我这几道菜说得比我还明白的人。老板，你这话说的是瞧不起你自己的手艺，还是瞧不起我一个送外卖的？微信支付收款到账。这3道菜没得说，回锅肉火候老到酱香醇厚，世家的味道也是江湖的味道。宫保鸡丁胡辣荔枝口，酸甜度拿捏的堪称教科书，唯一瑕疵的就是花生米。至于那道咸烧白，入口即化鲜回甘，如果不是肉皮的那一点点微小的失误，这道菜放在任何一家5星级酒店里都是镇店之宝的水平。一旁的老板神色复杂，对我充满了敬佩。我说完之后对老板笑了笑：“老板，我给你提个意见，你这手艺是殿堂级的，但是你这环境有点废墟风了，你把店里好好装修，我保证生意还能再好10倍。”说完，我冲着胖哥摆了摆手，转身就走。深藏功与名，这次直播之后，我的粉丝数量已经达到了21万，热榜前10名有3条都是关于他的。我看着后台密密麻麻的私信飞快地画着屏幕，忽然有一条与众不同的私信吸引了我的注意。
主播你好，我叫孙浩，我是英杰大学生，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的每一条视频我都看了不下10遍。我和我女朋友用凑来的钱开了一家小吃店，叫做浩浩的奇妙厨房。我们自认为食材用的都是最好的，环境卫生也尽力做到了极致，但是生意一直不好。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冒昧的邀请您到我们店里尝一尝，给我们指点迷津。看对方如此诚恳，我二话不说，立马来到了大学城，开启了又一次直播，对着直播间说道：兄弟们，今天咱们不打架，今天接了个私活，去给一个刚创业的大学生当一回创业导师。我把孙浩的私信内容说了一遍，直播间的兄弟们顿时来了兴趣。我走进店里之后，想不到您真的来了。苏浩的女朋友林月也一脸害羞的走了出来和我打招呼。好，我也是你的粉丝。我笑了笑说别太客气，随后点了个招牌菜厚切芝士鸡排饭。小情侣立马冲进厨房里开始忙活了起来。不一会儿，这道菜就端到了我的面前，卖相非常好，至少能打90分。我尝了一口之后便闭上了眼睛，系统出现提示：食材新鲜度88%，鸡肉为品牌冷鲜肉，蔬菜新鲜，米饭上口，制作工艺评级55分，油炸火候控制一般，鸡肉腌制时间不足，调料依赖成品酱料，添加剂无，综合评分49分，一份平庸的流水线快餐。我吃完之后酝酿了一下，随后在他们小情侣满怀期待的眼神里说出了点评：净卫生难吃。你们的店铺叫做奇妙厨房，可是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妙。你看这鸡排用的是冷鲜鸡肉，炸出来的颜色也很标准，可是你们这不叫厨艺，叫操作说明书。芝士是成品芝士片，这沙拉酱是超市里买的沙拉酱，你们把这些放在鸡排上，这不叫调味，叫堆砌。你们把胡萝卜切成了兔子的形状摆在一边，你们觉得这是点缀，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败笔。为什么？因为它暴露了你们最大的问题。你们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这些表面工作上，花在了装修和手绘菜单上，可是你们忘了，一家餐厅最重要的核心永远是好吃。你们用最新鲜的油、最干净的肉做出了一份连及格线都到不了的食物，这不是在做菜，而是在浪费。你们感动了自己，却连路边摊的味道都做不出来，这就是你们不温不火的原因。我们错了，主播你能教教我？我真的很想把这家店开好，我们不怕苦不怕累，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珠子可教。食神大人，你给指点一下迷津呗，怎么把49分的垃圾变成90分的爆款？你想屁吃呢？创造一个90分的食谱要消耗我多少能量，吃多少回锅肉才能补回来啊？这个食神可真是无利不起早。那90分的不行，给个70分的食谱总行吧？我得到了食神的食谱之后，立马装模作样了起来，看向孙浩。想把难吃的东西变好吃，第一步不是加什么山珍海味，而是要先理解你的食材。你来切一下，看你平时是怎么处理这块肉的，没切开。我们都是这么弄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大。确实大，但是柴厚薄不均匀，炸的时候薄的地方焦了，厚的地方可能还没熟透。我拿起刀来，从中间切成2片，用刀背轻轻的给它来个全身按摩，把它的肌纤维敲断让它放松，最后用简单的盐和白胡椒料酒腌制，然后让它睡10分钟。这10分钟是它从一块死肉变成嫩肉的关键。小情侣都看傻了，直播间的兄弟们也大呼学到了，原来腌肉竟然也有这么多细节。好了，现在我开始说第2个重要的事，扔了。这些工业垃圾就应该扔进垃圾桶，一份菜的灵魂永远都是酱汁。你们用这种流水线上生产的东西，怎么可能做出有灵魂的食物？你们奇妙厨房就应该奇妙在这里。店里有洋葱、大蒜、蚝油、生抽、白糖吗？有。洋葱、大蒜切末，锅烧热放油，洋葱和大蒜末放锅中小火慢慢炒，炒到它们变得透明，把香味全都激发出来，然后放1勺蚝油、2勺生抽、半勺老抽，再加1勺白糖，倒半碗水进去。当它烧开了，汤汁变得浓稠，就关火尝尝咸淡。这个味道比我们之前用的所有酱料都要更香。油温6成热怎么判断？把筷子插进去，密密的小泡泡。鸡排炸到2面金黄就捞出来。别用那些没有味道的兔子胡萝卜了，给我烫一把卷心菜丝铺在米饭上，鸡排切成条码在菜丝上，最后淋上我们刚才做好的酱汁。咸中带甜，蒜香和洋葱的焦香提供了丰富的层次感，完美的中和了油炸的腻味，好吃。这是一种非常简单，
但又非常扎实、非常过瘾的美味。与此同时，系统出现提示：食材新鲜度88%，制作工艺评级78分，肉品处理得当，酱汁调配巧妙，综合评价75分。一份优秀的能给食客带来满足感的快餐。我点评完之后，看着面前的小情侣，笑着说道：“现在觉得它够奇妙了。”两人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我让他们也都尝了一口。太好吃了！我明白了，原来这才是做菜。我们之前的分明就是过家家。指导费用您开个价。不，今天这顿算我请你们的，这20块是刚才食材的成本。我今天不是来赚钱的，我只是看不惯这么干净的店做出这么难吃的东西。路我已经给你们指出来了，能走多远就看你们自己了。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看着自己手机上到账的打赏钱，激动不已。有了钱了，我决定带食神吃一顿好一点的。我在手机上看了很久，最终选择了一家人均1988位的日本料理。这家店铺评价极高，食材据说是当天空运来的，非常新鲜。我预约了之后便开启了直播。兄弟们一听我要吃1988的日本料理，都来了兴趣，想看看我这个毒嘴能不能把这么贵的东西吃出花来。我进去之后看到吧台的厨师正在处理鱼肉，想必这位就是传说中的主厨了。主厨拿起一块鱼肉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第一道菜三文鱼腹，鱼肉纹理细腻如雪花，这三文鱼号称鱼肉里的雪花冰淇淋。我夹起鱼肉送进嘴里，食神立马在我脑海中尖叫了起来。这是什么鬼东西？口感不对，油脂的融化点不对，这根本不是三文鱼的脂肪，这根本不是海鱼。系统立马出现提示：食材新鲜度负200%，以淡水鱼冒充顶级海水鱼，内部滋生大量寄生虫，检测到高活性寄生虫，综合评分负200，致命，快跑！我强忍着翻江倒海的呕吐，把鱼肉吐了出去。随后我站了起来，说了句不好意思，便走向了洗手间。直播间的兄弟们都纳闷我这是怎么了，结果我进了洗手间之后，第一时间在洗手台前吐了起来。我整理了一下仪容之后，回到了桌旁。主厨问我味道如何，我笑着问：都说顶级的日本料理吃的是一种意境。就像刚才那片大腹，我确实吃到了里面所谓的大海的气息。不过这个大海的气息和我以前尝到的有点不一样。它不像是那种开阔的太平洋，而是水草茂盛的城郊水库。主厨一脸疑惑问我什么意思？意思是这鱼太接地气了。我一个送外卖的见识少，而你是大师，能不能教教我远渡重洋的三文鱼和咱们本地淡水养殖的红鳟鱼在口感上有什么决定性的区别呢？主厨脸色顿时变了，随后我再次说道：刚才那一口鱼除了挥之不去的土腥味之外，还有一种特别鲜活的感觉。鲜活的在我嘴里，像是开运动会一样。我想起来了，那种只在淡水鱼身上安家，还能在嘴里跳广播体操的生物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猎头蛹？吧台的另外一边，一对正在低声谈笑的情侣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男人夹着鱼肉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而我直播间的弹幕也都疯了一样。我操！我刚才手贱百度了一下，这玩意会钻大脑，我他妈当场就要吐了。1988一位就他妈吃这个，这不是来吃饭的，这是来给自己上刑啊！主厨松下一郎脸色瞬间变了，一脸心虚的说道：客人您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我抱着胳膊笑呵呵的说道：听不明白不要紧，我这个人很有耐心。我说你这鱼是淡水红鳟鱼对吧？但根本不是什么狗屁空运来的，就是咱们城郊哪个水库捞上来的。这种淡水鱼根本就不能生吃，里面有寄生虫，学名叫做猎头蛹，人吃了会死的，对吧？主厨瞬间一脸冷汗，但还狡辩说道：不是的，我们的食材都有严格的检疫证明。证明在哪儿？拿出来我看看，是盖着东英农林水产省的章，还是盖着咱们城西菜市场王屠夫的章？主厨已经彻底慌了，我趁此机会补上一我一个送外卖的，辛辛苦苦攒了点钱，就想体验一下上流社会的生活，尝尝啥叫大海的气息。结果呢，1998就给我来个水库一日游，还他妈赠送我一份 ICU 预订套餐，你这可太不厚道了！到了，旁边的小情侣终于回过神来，男人指着主厨骂道：你他妈疯了！但水鱼也敢拿来做刺身，这里面全是虫子！你想让我们死在这里吗？他的女伴脸都白了，差点吐出来。服务员走了过来安抚：请冷静，这可能只是个误会。误会你妈！那个男人彻底爆发，一把推开服务员：老子花4000块钱是来吃寄生虫的吗？马上给老子退钱！看到场面有些失控，主厨忍无可忍，指着我骂道：你他妈血口喷人！你在这瞎咧咧啥呢？这一嗓子让整个餐厅和直播间都安静了下来。这个所谓的东瀛菜大师一说话竟然一嘴大碴子味，我给他鼓了鼓掌，随后慢悠悠的起身。师傅，我应该叫你松哥呢，还是一郎老铁？你这口音可比你那鱼肉正宗多了，我一听就感觉到了白山黑水的气息。主厨傻眼了，他压根不是什么东瀛大师，他甚至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我凑到他跟前说道：咱不是说好了中人不糊弄中国人，你这是把咱中国人当小日子整啊！随后我对着直播间说道：看见没，这才是真正的良心店家，人家主厨只骗有钱人，咱们穷哥们儿谁会跑这里来啊？你们看这食材多讲究，知道上流社会的人天天山珍海味，
身体缺点烟火气，这不就给补上了吗？最新鲜的红鳟鱼，最活泼的猎头，主打一个纯天然原生态，这哪是吃饭啊，这是补充微量元素，是生物多样性体验课。我一番天花乱坠的骚话，直接把主厨的 CPU 给干烧了。接着我坐在了他的对面，脸色严肃了下来。老铁，聊聊吧，你这电视怎么回事？要是说不明白，我保证你能喜提今日说法的独家专访。主厨瞬间破防，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我错了，我不是什么松下一郎，我叫王大锤，我就是个打工的，我就是个演员。老板看我长得像小日子，让我在这演松下一郎，说这帮人杀千多，就吃这一套。我就负责高冷和切鱼，1个月给我3万块，我真不知道这鱼里面有虫子。大哥，我立马辞职回家种地，再也不出来给人当枪使了。我平静地拿出手机。你好，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吗？我要举报天府之心大厦48楼净水烟，这里有人用淡水鱼冒充高级海鱼，涉嫌欺诈。报挂断之后，我对王大锤说道：“老铁，别给中国人丢脸了。”王大锤哭着说：“大哥，我就是个切鱼的，这是跟我1毛钱关系没有啊！一个3万块就让你在这切2片鱼，天底下有这么好的活吗？摸着良心说说，这钱烫不烫手？”其他几个食客也都拿起手机开始录像，同时叫嚣着让餐厅老板出来。就在此时，门忽然被一股巨力推开，老板带着2个保镖走了进来，一脸不善地看着我说道：“就是你在我的店里闹事！”我拿着手机对准了他。闹事？你用淡水鱼冒充三文鱼，里面还有寄生虫，你是开店啊，还是送我们上西天？他脸色一变，马上把你的手机给我关掉！你这是侵犯我的肖像权和商业机密，我要起诉你！我冷笑一声，起诉我？好啊，我建议你现在就打电话叫律师，顺便再叫一辆救护车。一会儿监管局的人来了，看见你这鱼，估计得让你去医院先洗个胃，再给你戴上银手镯。老板脸色一变，随后露出笑脸。小兄弟凡事好商量，这是个误会，都是这个厨子的责任。我们店的采购都是他负责的，没想到他以次充好，砸我的招牌。随后他指着王大锤说道：“我这么信任你，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食品安全是我们餐饮界的底线，你这么做对得起客人吗？”我鼓了鼓掌说道：“演技不错，但是剧本有点老套，能不能换个新鲜点的？你说他是负责采购的，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刘总一愣，问我什么证据？货单呢？采购发票呢？冷链物流记录呢？我一连串的问题如同机关枪一样扫射过去。你们公司的财务制度比较新潮，采购全凭一张嘴，付款全靠厨师自己垫钱啊！他1个月3万的工资，买得起几条鱼？刘总咬了咬牙，知道今天碰上硬茬子了。小兄弟，你开个价吧。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支票和钢笔，20万。他快速的写了一串数字。你把直播关了，视频删了，今天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我冷笑一声，一脸的不屑。刘总咬了咬牙，30万怎么样？不能再多了。我依旧摇头。刘总脸都涨红了。50万，这是我的底线。我摇了摇头说道：“我要100万。”刘总大怒：“你他妈抢钱啊！”我笑着说道：“瞧您这话说的，我这可是知识付费，我今天免费教你一个道理。一，我这50多万，观众亲眼看着你买带有寄生虫的鱼，你猜猜你这家店连同你的名声值不值100万？第二，我这人胆子小，吃了你的寄生虫，我晚上要做噩梦的，你总得给我点精神损失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这人胃口好，50万不够我塞牙缝的。”刘总咬牙写下了100万的支票递给了我。现在你可以把直播关了吧？拿过支票说道：“谁说可以了？”我对着手机说道：“刚才家人们看清楚了吗？刘总大气，给我们支付了100万的慰问金。不过这只是我的，他们那份。”我指了指旁边的那对情侣。这50多万观众被你恶心了半天，你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刘总大怒：“你别太过分了！”我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锐利了起来。我给你3秒钟，你自己解决，要不然我不敢保证这段录像下一秒会出现在哪里。就在此时，餐厅的门打开，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亮出了工作证。市场监管局的，我们接到举报说这里涉嫌销售有害食品。看到监管局的人来了，刘总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哎呦，王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这是天大的误会！说着，刘总还往王科长手里塞了一张银行卡。王科长赶紧躲开，表示你要干什么？刘总指着我说道：“他一个臭网红来我们店里碰瓷，王科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把手机对准了王科长。我这里可有50多万观众作证，从我进门开始全程直播。他们涉嫌欺诈，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对，我们可以作证，我们要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一样都不能少。王科长严肃地说道：“刘总，现在打开你的后厨，我要进行检查。”推开后厨的门之后，几条被开膛的红鳟鱼胡乱扔着，鱼鳞和内脏撒了一地，几张苍蝇在上面飞着。工作人员还在一个不起眼的冰柜里翻出了一大包没有生产日期的僵尸肉。看到这场面，王科长立刻下令查封。刘总心都在滴血，他跪在我面前求我：“给你100万，求你把直播关了。”我摇了摇头说：“刘总，你怎么就会砸钱？这一招。”随后我对着执法人员说道：“他公然向我这个举报人行贿，
算不算罪加一等啊？王科长脸都黑了，下令立刻把刘总抓起来。我从尸监局里做完笔录出来，已经天黑了。王科长给我发了一个好市民的锦旗，不过锦旗不能当饭吃。我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食神也在抗议，他要求我带他吃一个95分以上的美食。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别说95分了，85分都很难找。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忽然一股孜然辣椒的香味飘来，我顺着香味来到了一个烧烤摊，看到烧烤摊上的东西，我食指大动，点了一大堆肉串之后，便开始了直播。很快，老板便端着20个羊肉串送到了我的桌子上，这肥瘦相间的羊肉串让我忍不住大口的咀嚼了起来。就在羊肉串入口的瞬间，系统的声音响起，食材新鲜度99%，当日现杀羊后腿，制作工艺评级99分，刀工精细，腌制入味，火候老道，添加剂无，综合评价99分。食神能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实在是让我有些惊讶。于是我开始了疯狂进食模式，网友们看到我吃饭的架势，都被馋得开始点外卖了。吃完之后，我对着老板伸出个大拇指。老板，你这味道太牛了！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穿和服的服务员，更没有狗屁的匠人精神，只有实打实的食材和20年的真功夫。您这个老张烧烤绝对会火遍全城的。老板结账吧。老张被我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吃好了，帅哥，一共128块。这个数字一出，直播间直接迎来了今晚的最高潮。吃了这么多才128块，网友们都被震惊了，这才叫真正的性价比。我付完钱之后，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家的摊子。家人们记住这个摊子，西城区老街口老张烧烤，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捧的真正的美食。第二天，我被手机吵醒，我打开手机，弹窗像雪崩一样涌出新闻特大消息：净水庵查出致命寄生虫，市检局连夜查封，深度揭秘假大师、僵尸肉、淡水鱼冒充三文鱼，老板刘富贵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正式刑事拘留。我退出新闻，点开自己的视频 APP， 评论区彻底沦陷。刘总进去了，品神牛逼，品神为民除害，你现在是锦州的英雄。我点开后台数据，粉丝数52万，一夜暴涨30万。随之一个清晰的思路在脑海中成型，真正构成这座城市美食生态的，是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苍蝇馆子、路边小吃。我迅速打开直播软件，编辑了一条直播预告。直播预告全程夜市大扫荡，科技与狠活的重灾区，还是平民美食的天堂。今晚8点，品哥带你一探究竟。夜幕降临，嫦娥路夜市人声鼎沸。我熟练的架好手机，开启直播。家人们晚上好，今天的任务很简单，扫街。弹幕上粉丝们兴奋地互动着，来了来了！美食判官抵达战场，品神出征。夜市的摊主们颤抖，一切就绪。我忽然看到了一个日式烧鸟摊，鸡腿肉串8元，鸡肉丸子9元，烤菠萝8元，这3样一样一串，足足等了10分钟，3串烧鸟才烤好。我拿起盐烤鸡腿肉咬了一口，同时系统开始分析菜品：盐烤鸡腿肉串，食材新鲜度60%，制作工艺40，综合评分35分，美食能量减10点。我面无表情地拿起第2串鸡肉丸子吃了一口，菜品酱烤鸡肉丸子，综合评分28分，美食能量减15点。我最后看向烤菠萝，菜品炭烤菠萝，综合评分15分。我面无表情地将3串几乎没怎么动的烧鸟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转过头没有管摊主的表情，对着直播间说道：家人们，单吃不说，价格也是精准的，把我们这些穷人筛选掉了。有了刚才的经验，什么手工什么秘制，我现在看见就绕着走。就在这时，我被一个小推车拦住，旁边写着北境非遗名吃烤冰溜子。我深知这是流量密码。老板，来一份。好嘞，1份15。家人们，你们说我应该趁凉吃还是趁热吃？紧接着是山呼海啸的爆笑，我视死如归的舔了一下，一股咸辣孜然混合着冰冷的自来水的生涩感，这味道就像你再啃一根麻辣味的冰棍。系统也响起声音，菜名北境非遗名吃烤冰溜子，食材新鲜度5%，制作工艺评级0，添加剂分析含有辣椒精、工业增香剂、地沟油残留，综合评分减10分，检测到宿主摄入无效垃圾，能量倒扣20。老板，我吃完了这道菜，他让我大彻大悟了。这道菜重新定义了烹饪，也重新定义了我的智商。15块让我体验了一把当250的感觉，你还真是功德无量啊！我就想骗个15块钱，你跟我扯什么人生哲学，还功德无量？我加快脚步，在摊位中搜索。就在这时，一股浓郁的混合着麻辣酸爽和肉臊酱香的味道钻进了我的鼻腔。我循着香味找过去，是一个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简陋的酸辣粉摊。摊主是一位50岁的大妈，她沉默寡言，专注着手里的活计。抓粉下锅，超烫捞出红油辣椒、花椒粉、蒜水姜末、保宁醋、花生碎、榨菜丁，最后再舀上一大勺香气扑鼻的肉臊浇在粉上。大妈，1碗酸辣粉加醋加辣。很快，1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酸辣粉递到了我的面前。最普通的大白瓷碗，分量十足。红薯粉晶莹剔透，浸泡在红亮的汤汁里。翠绿的香菜，金黄的花生碎，褐色的肉臊。我先端起碗，
喝了一口汤，酸辣麻香咸，5种味道在口腔里瞬间爆炸。汤头浓郁，带着骨汤的鲜美和肉臊的酱香，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我又用力地嗦了一口粉，粉条爽滑 Q 弹，韧性十足，挂满了浓郁的汤汁。同时，系统也响起了声音：菜品手工酸辣粉，食材新鲜度 95%， 制作工艺评级92，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4分，获得美食能量加200点。我对着直播间说道：家人们，我宣布今晚的寻宝结束了，我找到了，就是他，今晚的冠军。一碗粉下肚，我感觉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了。我起身结账。大妈，多少钱？12。我端起大白瓷碗，把最后一口汤喝干，然后把空碗对到镜头前。家人们看到了吧？华夏美食不一定贵，但一定用心。转过头，我对着大妈说道：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酸辣粉，谢谢款待。好吃就常来。好了，家人们，今晚的夜市大冒险圆满结束，有惊吓，但更多的是惊喜。这家店的地址，我稍后会发动态。不等弹幕挽留，我直接关掉了直播，骑车回家，瘫在床上，手机开始疯狂的震动。我点开视频平台，粉丝直接涨到了65万，评论区全是艾特我。去看一个视频，视频里一个30多岁的男人叫张大师卤味王。我刚看了品一口的视频，你一个网红去打下那个夜市小吃摊主，你一句话断人财路，真正的匠心是时间，是我这锅养了20年的老驴，而不是你哗众取宠的嘴。本来是配方不外传，但为了共同富裕，我把配方教给大家，线上1对1教学，只要9980。我看完有些无语，点开他的评论说道：张大师说的太对了，我愿意花9988拜师学艺。点击发送。第二天，我骑着小电驴到达张大师卤味王的地址，远远看去，那锅传说中20年的老卤在一个大桶里煨着，香的霸道，香的肆无忌惮。我也没多说什么，架好手机，开启直播。家人们，这就是教育我不懂将心的张大师。我笑眯眯地走上前。张大师您好，我来兑现承诺拜师学艺了，久仰大名，先尝尝这20年的老驴手艺。先来半个猪蹄，半斤牛肉，再来点豆干。他看向我胸前的相机，又看看周围看热闹的人。视频老师啊，欢迎欢迎。他嘴上说着欢迎，手上却出奇的慢，像是在拖时间。忽然冲出2个壮汉，直接插队到我前面。老板，来5斤猪蹄，10斤牛肉，剩下的我包了。哎呀，品老师，我这卤味太火了，让2位大哥都包了。今天怕是卖不了给你了，要不明天。张大师，您这就不地道了。说好的拜师学艺，刚开门就卖光了。直播间瞬间炸锅，我操，玩不起，剧本绝对是剧本。张大师硬着头皮挤出笑容。本生意谁先来谁得，2位大哥说包了，我也不能不卖吧。张大师您说的对，不能强买强卖。9988拜师费我带来了，但是一口都不让我尝就交学费，万一不符合我胃口怎么办？张大师知道几十万人都在直播间看着，一咬牙决定赌一把。好，来，品老师，尝尝我这20年的老炉功力。我先替大家尝尝。我狠狠咬了一口猪蹄，软烂脱骨，入口即化，咸甜香，各种浓郁的味道瞬间在口腔里爆炸。同时，系统声音响起：菜品祖传20年老卤猪蹄，食材新鲜度 30%， 制作工艺评级10，添加剂分析以及麦芽酚、猪肉香精、红曲红色素、亚硝酸钠以及至少13种不明化学添加剂，综合评分5分。警告：检测到摄入大量有害化学物质，系统紧急防御，能量消耗减100点。我脸色瞬间黑了下去。张大师，您这哪是卤肉？您这是在开化学工厂？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化学工厂？我这可是祖传秘方，36味天然香料。张大师，恕我直言，您这36味香料，怕不是从元素周期表里炒下来的吧？以鸡麦芽酚、猪肉香精，这几样就是您这锅20年老路的灵魂吧？尤其是这一鸡麦芽酚，好家伙，您这是往水里倒的，这玩意儿超标，可是会损伤肝肾的。它俗称一滴香的威力加强版，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把香味放大几十上百倍，顺便还能完美掩盖劣质食物本身的那股腐烂的异味——亚硝酸钠。这玩意儿可有意思了，它既能让肉质变得松软，又能强力防腐，还能让颜色永远保持鲜亮，一举3得，堪称现代食品工业的奇迹。但它也是一种强致癌物，国家标准对其添加量有极其严格的限制。直播间的观众已经彻底疯了。我操！我感觉我之前吃的不是卤味，是化学试剂，支持品神，干死这个丧尽天良的黑心商家！周围观众也彻底炸了，退钱，骗子，必须退钱！
打市场监督局电话。张大师恼羞成怒，猛地一拍柜台：“这小瘪三，为了流量故意抹黑我，你这是要断我财路！”张大师狠狠地使了个眼色，从小巷里走出5、6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给我围住！关掉直播，把视频删了，给张大师道个歉，这事儿就完了。家人们都看清楚了，这就是黑心商家的最后底牌。你找死！低吼一声，大手猛地抓向我胸前的摄像头。就在我闪躲空档，其余几个人也合围了上来。我视线一转，落在了那口散发着化学恶臭的卤水桶上，心里有了主意。我不退反进，猛然侧身，一把抄起旁边的大汤勺。张大师，你说的对，20年老路是得尝尝。我手腕一抖，一勺滚烫的化学卤水精准无比的泼在了迎面扑来的光头大汉脸上。啊！杀猪般的惨叫响彻街头。就在这时，都别动！执法局的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实名举报这位张大师在食品中非法添加过量有害化学物质，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并且在我揭穿他后，还指使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全部带走，这锅卤水还有这些食材也全部带回去化验。张大师，学费我省下了，不过我免费教你一课，在华夏做食品生意，最重要的不是科技，而是良心。家人们，今天的拜师学艺虽然过程曲折，但结果圆满，多谢有关部门的效率，剩下的交给法律。从执法局出来，天色已经近没。我拿出手机，手机在掌心疯狂震动。在做笔录的这2个小时里，我的视频账号已经彻底变成全网最大的吃瓜现场。一个又一个被割韭菜的徒弟，看到正主落网后，纷纷从沉默中浮现。他们晒出转账记录和秘方合同，将张大师死死钉在耻辱柱上。这时，一股霸道的香气顺着晚风钻入了我的鼻腔，是牛油的醇厚，是辣椒的干爽，是花椒的麻烈，是火锅。一锅红油翻滚，包容万物。刚刚切好还带着血气的鲜毛肚，在那滚烫翻腾的牛油里7上8下那么一涮，带着一身火辣的黄油，再裹上满满的蒜泥香油，一口下去，先是香油的顺滑，然后是毛肚的脆，牙齿切开纤维的瞬间，晚上就决定吃火锅了。晚上7点，老城区，我轻车熟路的把我那辆饱经风霜的小电驴停在一家店门口。我刚一进门，一股混杂着牛油、辣椒、花椒和10几种香料的霸道香气就劈头盖脸的砸了过来。我熟练的架好手机，点开直播，刚一开播，直播人气就像坐了火箭一样，瞬间冲破了50万。家人们晚上好，刚配合有关部门完成一项工作，有点累，所以你品饿，准备吃一顿火锅，犒劳一下自己。锅底是纯牛油的，红得发亮，上面漂浮着满满的干辣椒和青花椒。随着温度升高，牛油融化，那股醇厚的香气愈发肆无忌惮。我来到自助调料台，火锅蘸料讲究一个君臣佐使，油碟是灵魂，是基础，所以君就是这蒜泥香油。我先舀了半碗蒜泥，然后淋上满满的香油。没过蒜泥，香油的作用是给滚烫的食材降温，同时锁住水分，保护你的食道和胃黏膜，而蒜泥能进一步激发牛油的香，解腻增鲜。接下来是陈，我拿起勺子舀了1大勺蚝油，又加了点味精和盐。蚝油提供咸鲜的底味，让味道更扎实。然后是1小撮提香的小葱，足矣。然后我又拿起2个碗，先是舀了满1大勺碧绿的香菜末，倒进油碟里。紧接着我又面不改色的舀起另一勺灰绿色的看起来不好惹的东西，折耳根，学名鱼腥草。最后是屎。我把那勺折耳根碎也倒了进去，用筷子搅了搅，一脸享受。此时菜也上齐了，第一盘就是火锅的灵魂——鲜毛肚。我夹起一片毛肚，伸进9宫格最滚烫的中心格，7上8下提起来。毛肚已经微微打卷，毛肚边缘全曲，但叶片依然舒展，表面上挂着一层诱人的红油。多1秒老，少1秒则生。然后把烫好的毛肚在那碗蘸料里狠狠一滚，然后在70万观众的注视下送入了口中。牙齿切断纤维的瞬间，肉质混含着牛油的香，蒜蓉的腥，香菜的清，折耳根的烈，在口腔里轰然炸开。系统同一时间响起：菜品周娘娘招牌鲜毛肚，新鲜度96%，制作工艺评级91，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3分，获得美食能量加93点。牛肉和鸭血也接连下肚，系统的评分和能量也随之而来。嫩牛肉91分，鲜鸭血92分。我一边吃一边讲解，鸭血要用筷子去感受它的弹性，煮到微微鼓起，才能最大限度吸取汤汁。黄喉不能烫太久，看见它变成象牙白色，微微卷起，就是最佳的赏味期。贡菜，火锅里的节奏大师，吸饱了汤汁，却依然能保持嘎嘣脆的口感。就在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盘鸭肉大菜，
粉嫩的颜色，沟壑纵横的纹理，像一朵盛开的花。火锅终极奥义，猪脑花。我夹起那朵完整的脑花，小心翼翼地放进了9宫格里，用小火慢慢煨着。时间1分1秒过去，9宫格角落里的那朵脑花已经从粉嫩变成了象牙白，外表挂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油，在滚烫的汤汁里微微颤动，像一块有生命的布偶。我拿起漏勺，小心翼翼地将那朵完整的脑花捞了出来，放进了我那碗混合着香菜和折耳根的蘸料碗里。我没有马上吃，而是用筷子轻轻地将脑花从中间分开，只见那白嫩的脑花内部呈现出豆腐般细腻的质地，所有的沟壑里都吸满了鲜红的汤汁，与蒜泥、葱花、香菜、折耳根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混合着牛油、蒜香、脑花本身独特甘醇的香气瞬间升腾。我夹起一块蘸满了料的脑花，在直播间80万人的注视下放入口中，嘴唇刚一碰到，那块脑花就化开了，绵软嫩滑，4种口感如同4重奏，在舌尖依次绽放，根本不需要咀嚼，只用舌头轻轻一抿，那复杂的极度层次感的味道就在整个口腔里彻底爆炸。系统的声音也在此时响起。菜品周娘娘招牌鲜猪脑，食材新鲜度97%，制作工艺评级食材本身极为工艺，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5分。我看了一眼后台，此时的粉丝量已经达到85万，感谢各位粉丝的陪伴，咱们明天见。我干净利落的关掉了直播，骑着我的小电驴回家。我心情很好，今天不仅把一个行业的毒瘤送了进去，还涨了很多粉丝，离我的搞大钱住大房又近了一步。第二天下午，阳光正好，我坐在自己的小电驴上，点开了直播。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准备扫一扫锦州美食热门榜。直播间瞬间人气飙升，我把镜头对准手机上的一个美食 app，手指重重的点在了榜单最顶端的位置。今天咱们就从第1名开始，瞎搞搞，主打麻辣小龙虾。我骑着小电驴来到了店门口，被门口排队的景象吓了一跳，不知道还以为是哪个明星来了，反正也不着急，就取了一个号。前面还有足足72桌，找了个角落的马扎坐下，这一等足足等了1个半小时才被叫号。落座后熟练的点了最招牌的小龙虾和1瓶啤酒。没过多久，重头戏上场了，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盆，里面是堆成小山的小龙虾，每一只都通体鲜红，油光锃亮，被浓稠的暗红色酱汁包裹着，上面撒满了碧绿的葱花和雪白的芝麻。我慢条斯理的戴上了一次性手套，对着镜头说：家人们，验货的时候到了。我拿起一只小龙虾，虾壳非常干净，两指轻轻一捏，咔嗒，坚硬的虾壳竟然应声而裂。我几乎没用什么力气，就将整个的虾尾剥了出来，那虾肉白嫩饱满，还微微透着光，然后将那块虾肉在盆底的汤汁里蘸了一下，送入口中。虾肉触碰着舌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甚至不用咀嚼，只用舌头和上颚轻轻一挤，紧实的虾肉就化成了一滩没有任何纤维感的糊状物。麻辣鲜咸的重口味汤汁占领了整个口腔，我将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拿起桌上的啤酒灌了一大口，舒服的长舒一口气，然后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好吃，真的太好吃了！这家店我愿称之为行业之光。我看了看滚动的弹幕，继续说道：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就在想，这家老板心肠多好，才能考虑的这么周到。然后我拿起第2只小龙虾，对着镜头展示，你们看，这虾壳处理的干干净净，一捏就碎，这说明什么？说明老板生怕咱们剥虾的时候划伤了手，特地给小龙虾做了全身软化的撕包。然后我剥开第2只，将那软烂的虾肉展示给所有人看，还有这虾肉入口即化，绵软顺滑，这又说明老板心疼咱们，怕咱们腮帮子嚼酸了，干脆提前帮咱们把肉分解好了。直播间的观众逐渐听出了不对劲，我怎么听着阴阳怪气的？我好像懂了，小龙虾的肉不应该是 Q 弹的吗？入口即化什么鬼？我看着弹幕，意味深长的笑了。我依稀记得以前老师讲过一种东西，那玩意去污能力特别强，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功效，能让蛋白质变性软烂，还能和钙离子发生反应。简单来说，就是能把坚硬的东西变软，把所有韧性的东西变烂。我抬起头，一字一顿地问出来那个致命问题，所以我很好奇，到底这家小龙虾用的什么秘方，才能把坚硬的虾壳和紧实的虾肉变得这么骨质疏松呢？我顿了顿，鼓上了一句猜测，该不会是用草酸泡的吧？直播间死寂了足足3秒，紧接着前所未有的疯狂瞬间占领了整个屏幕。草酸，我他妈听到了什么？品神你别笑我，我上周刚和女朋友去吃过。就在这时，系统声音也响起，菜品虾搞搞招牌麻辣小龙虾，食材新鲜度21%，制作工艺评级0，添加剂分析，检出过量小龙虾清洗粉，主要成分亚硫酸盐、柠檬酸草酸，检出过量虾肉嫩滑剂，主要成分蛋白酶、木瓜蛋白酶、亚硝酸盐，检出僵尸肉特有防腐成分，综合评分-5分，史无前例的负分。我看着系统的分析结果，胃里也是一阵翻江倒海。周围的客人听到我分析后，一时间群情激愤，整个餐厅都在喊不吃了，退钱，老子花500块钱就是来吃你家洗厕所的玩意吗？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挂着金链子的中年男人气势汹汹地走来，喊什么喊？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随后眼神落到了我的身上，就你在这捣乱是吧？我不管你是哪个平台过来抹黑我的，我劝你现在立马滚出去。我抬头看着他，笑着说道：别生气啊，我就是个普通的消费者，吃了你家龙虾，感觉口感独特，就和大家分
分享了一下我的美食猜想，是我猜对了吗？老板勃然大怒，你他妈放屁！什么草酸，什么洗下粉，老子开店10几年，靠的就是口碑。我听完挑了挑眉，既然老板你这么有底气，那敢不敢做件小事，自证下清白？老板一愣，什么事？我指了指后厨方向，说道：把你们后厨监控调出来，大家看看。老板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抽，那双本来还凶光毕露的眼睛瞬间闪过一丝肉眼可见的慌乱。凭什么给你看监控？后厨是我们店的重点，商业机密，你懂不懂？他一边吼着，一边给身后2个壮汉使眼色。我笑着说道：商业机密啊，我懂了，是怕我们脱血了。您这用化学试剂浸泡的死虾，化腐朽为神奇的独门秘诀是吧？老板气得满脸通红，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再说一遍，马上给我滚！他话音刚落，周围的食客们不干了，凭什么不给看？心里没鬼你怕什么？是商业机密还是犯罪机密？可不好说。反了，都他们想造反了！老板彻底撕下伪装，保安呢？把这几个带头的给我轰出去！2个壮汉听后上前，一左一右，伸手就来抓我，我依旧没动，把镜头对准他们。家人们都看见了，扫榜第1期就遭遇了线下真实。我宣布，今天的节目效果直接拉满，直播间弹幕已经彻底疯了。品神快跑，还有没有王法了？快给执法局打电话！就在他们马上要抓到我的时候，都别动！执法局的一声严肃的声音从门口响起，老板的脸瞬间血色尽退，变得比他家小龙虾肉还白。他硬挤出个笑容，走上前，误会，都是误会，小纠纷怎么还给您惊动了？执法者目光如炬，扫视了一圈，我们接到电话，说这里有人聚众闹事，还可能涉嫌食品安全问题，是谁给执法局打的电话？我走上前，递上手机，虽然不知道谁打的电话，但是这上百万观众可以作证，刚才这位老板不仅拒绝提供后厨录像，而且还要他的手下暴力给我请出去。执法者看了一眼疯狂滚动的弹幕，对老板说道：把你们的后厨监控调出来。老板还想做最后的挣扎，执法者同志，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执法者冷冷地打断他，现在我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再阻挠，我就有权带你回所里，并申请搜查令。听到搜查令，老板差点没直接瘫在地上。在执法者的监督下，一个员工打开了录像，高清的画面出现在大屏幕上，只见2个没穿工装的员工正费力的将散发着黑气的小龙虾倒进一个大桶里，紧接着他拿起旁边的袋子剪开，把大量白色粉末倒进桶里，疯狂搅拌。半小时后，他们把小龙虾捞了上来，原本黑不溜秋的小龙虾现在已经变得干干净净。几分钟后，执法者拿着一个袋子出来，铁证如山。老板看到这个袋子，直接瘫软在地，不省人事，把人带走。领头的执法者大手一挥，还有后厨那几个参与的一起带回去调查。封店联系市场监管局和食药局，对现场进行联合取证。执法者雷厉风行，周围食客们发出震天的欢呼和谩骂，直播间的人数也冲破了150万。我对着镜头摆了摆手，家人们，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有关部门了。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说完，不等观众反应，就直接关掉了直播。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跌宕起伏，连续端掉2个黑心窝点，粉丝破100万，这成绩放在整个美食圈也是相当炸裂的。我打开美食点评栏，看向了榜单第2名川味人家精品川菜馆。我挑了挑眉，川菜是个大赛道，川菜讲究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对厨师要求很高，但同时因为它重油重辣，调味重的特点也成了预制菜和添加剂的重灾区。第2天傍晚，市中心的商圈，川味人家坐落在高端商场的顶楼，还没到饭点，门口已经有不少人等位了。我架好手机，按下直播按钮，刚一开播，人气瞬间爆炸。来了，扫榜行动第2期，今天又准备干哪家？看着装修档次不低啊！我对着镜头说道：家人们晚上好，昨天见证了榜1的陨落，今天我们来到了锦州美食热门榜第2名川味人家，希望今天我们能吃点真正人能吃的东西。我在服务员的热情招待中坐到了一个靠窗的卡座，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菜单上的价格刺了一下眼。麻婆豆腐98一份，宫保鸡丁168一份，水煮鱼388一份。点好菜，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这么贵的地方，要是再用科技鱼狠活，可就比昨天卖下的心还黑了。没过多久，菜上来了，不得不说，这168的宫保鸡丁卖相确实不错，鸡丁切的大小均匀，色泽红亮油润，干辣椒和花椒点缀其中，葱段翠绿，花生米饱满，芡汁紧紧的包裹在每一块鸡肉上，盘底几乎看不到多余的油，一股混合着酸甜焦香的味道扑面而来。我拿起筷子夹起一块鸡丁，连带着几粒花生米和葱段一起送入口中，酸甜的口感率先在舌尖绽放，紧接着是鸡肉的滑嫩，花生的酥脆，最后一丝微妙的麻辣感在口腔里回荡。系统同时响起声音：菜品招牌宫保鸡丁，食材新鲜度88%，制作工艺评级82，添加剂分析：微量嫩肉粉，食用色素，综合评分85分，获得美食能量加85。我看着这个分数，心里想着，果然如此。这个分数代表着干净卫生，味道标准，食材不错，但是对于一个人均消费300的高端餐厅，85分就是不及格。直播间看着我若有所思的表情，有点着急，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又翻车了？我回过神，露出一个复杂的笑容。家人们，这道菜怎么说呢？味道很标准，酸甜适中，鸡肉也很嫩，但是如果让我花168来吃这么一份，我的评价是它不配。家人们知道宫保鸡丁的精髓是什么吗？我夹起一块鸡肉，是胡辣荔枝味，鸡肉要嫩滑，花生要酥脆，是基本操作，但关键在于那一股猛火快炒，
干辣椒和花椒在热油中爆出的焦香，也就是所谓的糊香，还有那酸甜比例恰到好处，如同荔枝般清甜微酸的荔枝口，这两者结合，再加上那转瞬即逝的锅气，才是一盘顶级的宫保鸡丁。而这盘宫保鸡丁呢，它就像一个考试能考85分的学生，每一道题都做得中规中矩，安全标准，但也无趣至极。而这时，服务员又端上来一道菜，家人们，重头戏来了！我拿着勺子，目光锁定那盘价值98元的麻婆豆腐，川菜之魂，麻婆豆腐，麻辣烫香酥嫩鲜活，这8字真言，它又能占几个呢？我用勺子轻轻舀起一勺，雪白的那纸豆腐被滚烫的红油汤汁紧紧包裹，颤巍巍地悬在空中，上面还挂着几粒翠绿的蒜苗和几点深色的牛肉末，光看这卖相，确实对得起它高端川菜的定位。我对着镜头慢条斯理地说道：正宗的麻婆豆腐有8字真言，麻辣烫香酥嫩鲜活，嫩是豆腐的口感，轻滑如脑，烫是上桌的温度，要吃的人额头冒汗才过瘾。麻和辣是花椒辣椒的味觉冲击，而香是复合的香气，酥是干香的牛肉末，鲜是蒜苗的点缀，而至于最后的火，指的是这道菜整体给人的那种富有生命力的灵动感。98块钱买的就是这8个字，咱们今天就看看它值不值。说完我不再多言，将那勺滚烫的豆腐直接送入口中，滚烫的温度瞬间在口腔里炸开，紧接着花椒带来的如同微弱电流般的酥麻感，以及豆瓣酱和辣椒混合的咸香辛辣，豆腐本身滑嫩到了极致，几乎不用咀嚼，只用舌头轻轻一抿就在嘴里化开，与浓郁霸道的汤汁融为一体，这味道足以让绝大多数食客当场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菜品招牌麻辣豆腐，食材新鲜度90%，制作工艺评级79，无添加剂，综合评分84分，获得美食能量加84点。我呼出一口浊气，他做到了所有表面功夫，却在需要灵魂的细节上选择了最省力的流水线作业。直播间观众早已急不可耐，品神怎么不说话了？不会吧，不会吧？难道麻婆豆腐也有问题？我擦了擦嘴，看向镜头，家人们，我有个问题。你们去理发店最怕碰到什么样的托尼老师？弹幕瞬间被带偏，最怕听不懂人话的，最怕让办卡的。我看完弹幕笑着说，你们说的都对，但我最怕的是只会剪一种标准发型的托尼，不管你什么脸型什么发质，上来就是一套流程，说不上丑，但是就是不适合我。这盘豆腐做到了麻辣烫嫩，这4个最唬人的基本功，就像托尼老师最起码把头发给你剪短了，但是它完全没有酥香鲜活，牛肉末是软的，勾芡是死的，蒜苗是粘的，整道菜就像一个设定好的机器人，标准精致，但是冰冷，没有一丝生气。对普通游客来说，这味道够了，但是它值98块吗？我摇摇头，继续说道，我的评价是，它侮辱了麻婆豆腐这4个字，这一句话如同深水炸弹一样，在直播间里彻底引爆。卧槽，这评价也太狠了！所以这98块50是给装修的。不等直播间消化完，最后一道菜也是最贵的水煮鱼被端了上来，滋啦一声，滚烫的热油当着所有人的面浇在了铺满干辣椒和花椒的鱼片上。我静静地等着那股廉价的表演油散去，才拿起筷子，从红色的海洋里夹起一片雪白的鱼，鱼片很薄透着光，很滑很嫩很入味，但是也仅此而已了。系统声音再次响起，菜品招牌沸腾水煮鱼，综合评分83分，获得美食能量加83。我放下筷子，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家人们，我宣布扫榜行动第2期再次失败。我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失望。这家川味人家和昨天的瞎搞不一样，他不害人，但是他只是单纯的看不起人，他看不起咱们食客的品味，觉得只要装修够豪华，噱头够足，价格够贵，就能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心甘情愿的掏干净口袋里的每一分钱。我拿起账单，对着镜头晃一晃，3道菜1杯茶，一共734块。这个价格，我可以在任何一家知名的苍蝇馆子里吃到让灵魂颤抖的美味，而在这里，我只吃到了资本的傲慢和一肚子标准化的寂寞。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吧。我站起身，对着镜头露出一个灿烂到极致，也嘲讽到极致的微笑。第2天清晨，我正坐在自家楼下的早餐店嗦粉，打开手机，看到群里截图，一个来自锦州美食榜第3的主打创意融合菜的餐厅镜花园刚刚发布公告，致各位顾客，为了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菜品口感，本店将进行内部培训与系统升级，给您带来不便。差点没把米粉喷出来。我笑了笑，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他们一个个看我像防贼一样，得让子弹飞一会儿，按顺序来太没意思了，让他们在无尽的等待与恐惧中主动暴露自己。我看了看美食评测，最终停在了榜单第10名的位置。大哥烤鱼。下午6点，我骑着小电驴来到了大哥烤鱼。和前2天的店比起来，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排队的长龙，空气中弥漫着一浓郁的炭火气和辣椒的焦香味。我架好手机，点开直播，对着镜头露出了招牌式的笑容。家人们晚上好，听说榜3老板直接关门进修了，我很感动，说明我们的餐饮行业正在朝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良好方向发展。所以我为了不打扰各位老板学习的雅兴，我直接跳过中间环节，直接来到了我们的榜10大哥烤鱼。今天咱们就来尝尝这大哥烤鱼到底什么味道。大哥烤鱼的老板人如其名，长得很有大哥气质。我找了个角落坐下，点了店里最招牌的麻辣豆豉烤，这个价格在遍地人均200-300的榜单上显得格格不入。我对着镜头说，高端的餐厅我们都见识过了，吃的是资本的傲慢，今天我们就体验一下
江湖烟火气。没过多久，那位大哥亲自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烤鱼过来，盘子很大，底下点着酒精炉，整条鱼被烤的外皮焦香金黄，上面铺满了厚厚一层炒香的豆豉、花生碎、干辣椒段，还有碧绿的香菜、葱花。红油在盘底咕噜咕噜的冒着泡，浓烈霸道的香气瞬间钻进鼻腔，蛮横的占领了所有嗅觉。我将鱼肉送入口中，下一秒，外皮的焦香和豆豉的咸香率先在舌尖爆开，紧接着是鱼肉本身极致的鲜嫩和润滑，那股鲜美完全没有被重口味的调料所掩盖，反而被衬托得更加突出。炭火独有的香气完美的融入了鱼肉的每一丝纤维里，好吃，太好吃了！我的瞳孔都控制不住微微放大。系统这时也响起了声音：菜品大哥招牌烤鱼，食材新鲜度96%，制作工艺评级97，无任何添加剂，综合评分96分，获得美食能量加350点。直播间的观众看到我吃一口就愣住，品神怎么了？不妙啊，怎么又不说话？这又是翻车了吗？我缓缓地放下筷子，家人们，我错了，我今天就不该来这家店。我感觉我被这个老板骗得体无完肤，这家老板的心太黑了，他这卖的哪里是鱼，他这是用自己的血汗钱普渡我们这些嘴馋的穷鬼啊！直播间所有人都被这反转干懵了。我指着那盘烤鱼，你们看这鱼，活鱼现杀，肉质紧实弹牙，处理得干干净净，没有半点土腥味，这成本得多高？你们再看这调料，满满一层豆豉和花生，炒得焦香四溢，用的全是真材实料，半点化学合成的妖艳贱货都没有。最关键的是这火候，鱼皮焦香酥脆，鱼肉却嫩的能掐出水来，这没有10年8年的功夫能烤得出来吗？就这么一条鱼，他卖128，我一拍大腿，脸上都是痛心疾首。他图什么？我吃这鱼心里不是滋味，我感觉我不是在消费，我是在占便宜，是在剥夺这位大哥的劳动成果。这边我的声音引起了大哥的注意，他皱着眉过来：小子，你他妈在这唧唧歪歪半天，说谁心黑呢？直播间的观众瞬间大气不敢喘，我一点不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大哥，我夸你呢，我说你这手艺，这食材，这价格，不去米其林当主厨，简直是餐饮界的巨大损失。你这不是在开店，这是在扶贫啊！大哥被这番话说愣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夸人方式。大哥盯着我半天，那张凶悍的脸上竟然浮出一丝红晕，神经病！大哥憋半天就说出这3个字，然后他一把抢过我的筷子，插在烤鱼里，用力一翻，将底下浸在红油里最入味的一块鱼肉翻了上来。吃，哪那么多废话，鱼都凉了。说完，他转身又回到了他的烤炉前。我看着被大哥亲手翻出来的浸满了红油汤汁的鱼肉，我没再继续说话。这一次不再是为了直播，只为享受。我夹起那块鱼肉送入口中，口腔被瞬间引爆，鱼肉在舌尖散开，汤汁的麻辣，豆豉的咸香，鱼肉的鲜甜，以及炭火独有的焦香。我已经来不及看弹幕了，我的筷子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精准而迅速地在鱼身上翻飞。鱼肉的嫩滑，鱼骨边上那一点点带着筋膜的活肉，每一种口感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极致享受。不远处，大哥一边用铁夹翻动着烤鱼，一边用余光看我。当他看到我这边，几乎是风卷残云之势，将那条2斤半的烤鱼消灭得干干净净，甚至连盘子里的豆豉都吃干净的时候，他那张紧绷的脸庞不自觉地柔和下来。他拿起一瓶冰镇啤酒，大步流星地走过来，哐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喝了。大哥的语气声音像是命令。我抬起头，嘴里还嚼着鱼肉。大哥，我骑车来的，顾喝酒。大哥眉头一横，让你喝你就喝，废什么话？吃这么燥的东西，还不喝口冰的压一下，明天屁股开花。这瓶算我送的。说完不管我是什么反应，转身就走。直播间里观众又一次沸腾了，这是什么傲娇大哥和吃货主播的 CP？ 明天屁股开花是我听过最动人的情话。我站起身去结账，大哥头也不抬地说道：120，给你抹个零头。我掏出手机付了130。大哥看着我满脸困惑，你小子有毛病吗？我笑得很真诚，说道：大哥，你这手艺值这个价，128是烤鱼的钱，另外2元算我请你喝瓶水。这门手艺不能这么贱卖。半晌，大哥才挤出一句话：神经病。我哈哈大笑，转身就走，走到自己的小电驴旁，对着直播镜头说道：家人们，看到了吗？这才是应该出现在榜单上的店，不靠装修，不靠营销，不靠花里胡哨的噱头，就靠这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征服所有人。今天咱们挖到宝了。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咱们下期见。第2天，我打开美食 app，前5名都挂了免战牌，我的目光越过了那些本地榜单，直接锁定了一个特殊的标签：米其林指南。锦州作为一个2线城市，只有一家餐厅摘下了1颗星，星梦法式餐厅，人均消费1888元。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锦州是最昂贵的核心区。这家餐厅坐落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区域。我停好我的小电驴，熟练地打开直播，一瞬间，在线人数飙升到200万。我把镜头对准了后面，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咱们锦州餐饮的天花板，唯一的米其林1星，星梦，人均消费1888，还不含服务费。说实话，我的心在滴血，但为了给家人们探路，品哥今天也是豁出去了。随后我走进去，落座后，侍应生递上了一本厚重的烫金菜单。我一翻开，好家伙，全是法文，配着小小的中文，名字一个比一个长，价格一个比一个吓人。我合上菜单，对侍应生说道：来一份今晚主厨推荐的套餐。侍应生回道：好的先生，1888元一位，另加15%的服务费。您需要开一瓶酒吗？我果断拒绝，不用了，来杯柠檬水就行。开什么玩笑，这里的酒估计看一眼都得收费。接着我把镜头放在桌子上，对准自己，家人们，点完了，一个套餐加上服务费2000出头。现在我和
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既期待又忐忑。米其林的标准向来以严苛著称，食材技术、创意、稳定性缺一不可，但同时也是形式大于内容的重灾区。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梦是让人美梦成真的梦，还是让人钱包做噩梦的梦？等待时间并不长，很快第一道菜就上来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端着菜上来的不是侍应生，而是穿着雪白厨师服、戴着高帽的外国男人。然后侍应生恭敬地将盘子放在我的面前，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白色瓷盘，中间凹陷处放着一小块大约只有拇指大小的精致的不像食物的东西。随后主厨指着面前这盘菜介绍道：“这是我的作品春之礼赞，我用最顶级的鹅肝配以阿尔巴白松露，经过分子料理技术低温慢煮而成。它代表了我对美食的理解。在我的餐厅，您品尝的不是食物，而是艺术，请慢用。”然后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看着面前的盘子，嘴角微微抽搐。这东西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胶状感，透过胶质能看到里面细腻无比的鹅肝慕斯，表面点缀着几片薄如蝉翼的白松露，散发着一股浓郁到近乎霸道的复杂香气。我面无表情，将这一口艺术品精准地送入口中。我闭上眼睛，仔细感受，舌尖最先触碰到的是白松露那股霸道的香气，一股类似汽油混合着顶级菌菇的特殊气味，蛮横地冲刷着整个口腔。紧接着是鹅肝慕斯，极致的丝滑感随之释放。最后，外层内用分子料理技术制作的胶状物带来了一种微妙的 Q 弹口感，味道还行，但也仅仅是还行而已。想象中的惊艳震撼、味蕾爆炸，统统没有出现过。这就是把两种顶级食材用一种花里胡哨的方式强行堆叠在一起，两种顶级味道并没有彼此成就，而是像在互相排斥。系统声音也在这时响起：菜品春之礼赞，食材新鲜度 99%， 制作工艺评级65，添加剂分析含有卡拉胶、海藻酸钠，综合评分70分，获得美食能量加10点。主厨在身边微微昂起下巴，等待着赞美。直播间的观众也急了，品神说话到底好不好吃？我放下勺子擦了擦嘴，开口道：“我的格局可能是小了，是我不懂艺术，误解了大师。”我猛地起身，对主厨鞠了一躬：“您说的对，这不是食物，这是艺术。太艺术太抽象了，这一道菜让我悟了。”他完美的解释了什么叫虚无，什么叫存在。他用极致昂贵的食材，极其复杂的技术，做出了一个让人吃完以后感觉什么都没吃的效果。他让我深刻思考，我到底吃了什么？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花2000块钱吃这个？1880能买到这样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太值了。我建议这道菜不要放在菜单上，要放在博物馆里，因为它太艺术了，艺术到根本不像人吃的东西。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完都笑疯了。主厨的脸色已经从白变红，又从红到青。他从业餐饮20年，接待过无数名流政要，就算他们不满意，也会保持着上流社会的体面，用最委婉的词句提出意见。我仿佛没有看到他那张扭曲的脸，重新坐下，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主厨先生，您的艺术造诣实在是太高了，麻烦上下一道菜吧。希望下一道菜能稍微接点地气。我没有像上次那样阴阳怪气，而是直接拿出手机对准了那盘龙虾。家人们，我很遗憾地宣布，这颗米其林的星星在我这陨落了。这道龙虾在我这打分55分，不及格。我用餐叉戳了戳龙虾肉，可以明显看得出肉质死板毫无弹性。我提高了声音说道：“顶级的蓝龙虾，肉质应该是爽脆弹牙鲜甜的，而我面前这盘口感如同嚼蜡，肉质又老又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只龙虾根本不是现做的，它是提前烹饪好，等客人来再2次加热的。”就在这时，一个愤怒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胡说八道！我们店从来不用隔夜的食材，更不可能2次加热，这是对米其林餐厅的污蔑。”主厨脸色铁青的走到了我身边，我看着他，眼神充满嘲讽：“主厨先生，您敢对天发誓，这只龙虾是先下单后才开始制作的吗？”为了保证上菜的速度和稳定性，他们确实会提前将龙虾进行低温慢煮，待客人点单后再进行加热和调味。这在法餐界是提高效率的常规操作，但在我的嘴里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2次加热。主厨眼神闪烁一下，抢辩道：“你这是强词夺理，低温慢煮是法餐的先进技术，不是2次加热。”我笑道：“别拿技术当借口，不管你用什么技术，结果就是你把一只顶级的蓝龙虾做成了橡胶轮胎。你知道这只龙虾死得多冤枉吗？它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本以为能实现自己作为顶级食材的价值，结果却被你用劣质的手法做成了一盘垃圾。1881位，你卖的不是艺术，是傲慢。你对不起这只龙虾，更对不起花钱来吃饭的顾客。”我拿起餐巾扔在桌子上，这顿饭我吃不下去了，买单。我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就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餐厅那奢华而虚伪的面具上。主厨的脸彻底挂不住了。“这位先生，”主厨咬着牙，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你说我的龙虾是2次加热，这是诽谤。我们使用的是真空低温慢煮技术，这是现代法餐最先进的烹饪方式。”他试图用技术专业术语来碾压我，来挽回自己的颜面。我们提前将龙虾低温慢煮至完美的热度，然后迅速冷却保存。客人点单后，我们再用恒温水浴精准复热，这能最大程度保证龙虾口感和上菜的稳定性。这是米其林的标准流程。直播间这时也出现了分歧，品神是不是托大了？米其林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技术。我笑得极为讽刺：“低温慢煮，主厨先生，您和我谈技术？好，那我们就来谈谈技术。”我收起笑容，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布列塔尼蓝龙虾肉质纤维比波士顿龙虾更细腻，要达到最佳口感，低温慢煮的中心温度绝对不能超过55摄氏度，时间根据龙虾大小控制在15分钟到25分钟。我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给主厨带去巨大的压迫感。
但是你这块肉蛋白质已经完全变形，纤维紧缩，口感干柴，这意味着你的低温慢煮温度失控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为了追求更快的出品速度，把水域温度设置了65度，甚至更高，或者你们在复热的时候用了远超55度的水温。在这个温度下，龙虾肉就是在持续过度加热，它当然会变成橡胶。你管这个叫技术，别侮辱技术了。你这不叫低温慢煮，你这叫高温烫死虾。这番话专业精准，直击要害。主厨脸色瞬间煞白，他张大了嘴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知道我说对了，但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一口就吃出了温度的差异。之前在直播间里还在质疑的观众，瞬间全部倒戈。卧槽，这就是专业高温烫死虾，哈哈哈，品神牛逼，太帅了！餐厅里死一般的寂静，主厨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他引以为傲的专业壁垒被我摧枯拉朽般的击溃了。我懒得再去看他。刷卡2171块2，我站起身，环视了一圈餐厅，我1分钱不会少给你，但是我希望你们能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米其林的星星不是你们割韭菜的镰刀。说完，我转身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出了门，我无奈的叹气，花了2000多，肚子还是空的，我还得再吃一顿。正走着，忽然一股浓郁的带着药材香气的肉汤味飘进了我的鼻子。我循着味道望去，在一条老巷子尽头，黄昏的路灯下，一个简陋的小摊子正冒着热气。摊子不大，就一个3轮车，上面架着一口巨大的不锈钢汤锅，锅里乳白色的汤汁正在咕噜咕噜的翻滚。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正坐在马扎上，摊子旁边挂着一个手写的招牌，正宗老妈蹄花汤。我走到摊子前，大爷，来碗蹄花汤，再加1份蘸水。大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25块1碗，做吗？大爷起身，从他那口大锅里用长柄勺子捞出一只炖皮开肉绽、颤颤巍巍的大猪蹄，放进一个粗瓷大碗里，然后舀上一大勺浓白的翻滚着的汤汁，撒上一把葱花，最后从旁边的小碗里舀出红油、酱油、蒜泥、辣椒面，调成一碗灵魂蘸水。来，小伙子，你的蹄花。一碗热气腾腾的蹄花端到了我的面前，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昂贵的食材，在黄昏的灯光下，这碗奶白的蹄花汤却散发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那股浓郁的肉香混合着芸豆的清香，直往我的鼻子里钻。我拿起筷子，轻轻一戳，猪蹄已经被炖得极其软烂，几乎没怎么用力就穿透了表皮，轻轻一挑，骨肉分离。我夹起一块带着软糯表皮的蹄筋，在红油蘸水里滚了一圈，然后送入口中。入口瞬间，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那块带着软糯表皮的蹄筋几乎没有经过牙齿的咀嚼，就在舌尖的温度下化成了一浓郁交织的暖流。是肉，但又不完全是肉，是脂肪，却毫无油腻之感。极致的软烂带来了极致的顺滑，猪皮的胶原蛋白，蹄筋的 Q 弹，瘦肉的软嫩，在长达8小时的文火慢炖中早已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股醇厚到近乎霸道的肉香，混合着芸豆的清甜和汤底淡淡的药材味，瞬间占领了整个口腔。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好吃，是一种不需要任何技巧，仅凭食材和足够时间就能达到的美味巅峰。直播间观众看到我露出那种如痴如醉的表情，瞬间也彻底疯了。卧槽，你看品神的表情，绝对升天了。这蹄花看着也太好吃了吧，发一下地址啊，我也想吃。系统声音也随即响起，菜品老妈蹄花汤，食材新鲜度94%，无任何添加剂，综合评分92分，获得美食能量加220点。我满意点点头，随即夹起第2块肉，满怀期待的伸向了旁边那碗蘸水，红油、蒜泥、酱油、辣椒面的经典组合，让它均匀的裹上蘸料，然后送入口中。下一秒，我的笑容凝固了，咀嚼动作也慢了下来。如果说刚才那口是惊艳，那这一口算得上是遗憾了。直播间观众都是老粉了，看到我的表情变化，又炸开了锅。注意注意，品神皱眉了，这不是演习。我放下了筷子，对着镜头痛彻心扉地说道：家人们，我宣布这是一场悲剧。这碗蹄花是完美的，大爷为我们炖出饱含酱心的汤，这猪蹄软烂而不失其形，肉香醇厚，汤汁奶白。这碗汤我愿意给95分以上。但是我话锋一转，指了指那碗蘸水，这碗蘸水毁了它。这就是最基础的酱油、蒜泥、辣椒油。这辣椒油只有辣味没有香味，酱油咸得很死板，完全盖住了蹄花本身的鲜美。这碗蘸水对于这碗完美的蹄花来说，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画蛇添足，是给维纳斯安胳膊，多此一举。说完，我抬起头看向大爷问道：大爷，您这有红腐乳、韭菜花和炸花生米吗？大爷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一个年轻人能吃出这么多门道，点了点头，从箱子里翻出几个罐子递给了我。我眼睛一亮，直接对着镜头开始了我的表演。家人们看好了，今天我就免费教大家一招，一边手上动作行云流水，一边解说。首先取小半块红腐乳，在碗里碾碎，然后再加1勺腐乳汁，半勺韭菜花酱，再来一点蒜蓉，一点小米辣。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就见我从大爷的锅里舀了1小勺滚烫的乳白色蹄花汤，倒在碗里，把酱料冲开，最后我又撒上1小撮炸花生米。只见碗中红绿白黄，色彩分明，香气更是提高了好几个档次。然后我夹起最大的一块，在全新的蘸水里滚了一圈，闭上眼睛，一口塞进嘴里。一瞬间，我的表情
从享受变成了狂喜，腐乳的咸鲜彻底激发了猪蹄的肉香，韭菜花的异香完美中和了胶质的微腻，小米辣的刺激和花生碎的香脆，则让口感的层次变得无比丰富，好吃到灵魂都在颤抖。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检测到宿主，极大优化了菜品体验，正在重新评估，综合评分修正95分，获得美食能量加280点。我睁开眼睛，严肃地对着镜头说道：“家人们，听我一句劝，这家蹄花汤真的不行，你们千万别来，谁来谁后悔。”说完，我就把最后一口汤喝干，并且喊道：“大爷，再来一碗，多加豆子。”直播间里充满了疑问，不是不好吃吗？怎么又来一碗？吃独食啊你！我吃完满意的拍了拍肚子，不管直播间里的哀嚎，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说完我就关掉了直播，往家走去。第二天醒来，忽然有了大胆的想法，要随机挑选商家，为什么不全国随机？想到即执行，打开 App 订票，犹豫了一下，最终定在了荣城。一路无话，一切安顿好后，我熟练的打开了直播间。家人们晚上好，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决定变成全国随机空降。今天我已经来到了荣城，弹幕瞬间炸开，为什么不来我的城市？荣城美食多吗？这个主意很新颖。我看了看弹幕，继续说道：每个城市我都会去的，大家别着急。来到荣城之前，我看了不少本地的美食榜单，我把镜头对准后面芙蓉公馆，这家店都说它是本地人也认证的好味道，今天咱们就去见识一下。说完我走了进去，服务员领着我坐到了我预约的位置上，我默默地打开菜单，麻婆豆腐288，宫保鸡丁488，鱼香肉丝688。我合上了菜单，对着镜头说道：家人们，我可能来错地方了，好像误入了一家印钞厂。直播间的观众也被这个价格深深地震惊住。随后我对着服务员说：来都来了，也不能空肚子走，帮我推荐一道最能体现你们主厨水平的菜。服务员微微躬身：那先生，我为您推荐我们的招牌菜鸡豆花。我点点头，那就来一份鸡豆花。随即看了下价格，我指着菜单上688的价格说道：家人们，我今天在这也算是为艺术献身了。在直播间百万观众的翘首以盼中，那道传说中的鸡豆花被端了上来，没有华丽的摆盘，没有夸张的干冰，就是一个温润的白瓷碗，碗里盛着清澈见底略带微黄的汤，汤中飘着几朵洁白如雪状如豆花的絮状物，旁边点缀着几颗鲜红的枸杞和一根碧绿的菜心。我拿起汤勺对着镜头表情严肃道：家人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或者见证骗局的时刻。我将一勺送入口中，汤汁入口的瞬间，我整个人都定住了，而在我的脑海里早已是惊涛骇浪。汤不是水，而是极致浓郁却又清澈不带一丝油腥的鸡汤精华，那鲜味温润醇厚连绵不绝。而那豆花根本不是豆制品，它没有豆子的腥气，只有纯粹到极致的鸡肉的鲜甜，口感比最嫩的豆腐花还要细腻，用舌头轻轻一抿，就在口腔中化开，化作一股纯净的鲜味，与汤汁的醇厚融为一体，席卷了每一个味蕾。系统面板前所未有的亮起金色的光芒。菜品：官府菜鸡豆花，食材新鲜度99%，制作工艺评级98分，无任何添加剂，综合评分98分，获得美食能量加800点。我缓缓睁开眼，对着镜头说道：家人们，刚才是我肤浅了，我和各位道个歉。这碗汤它叫鸡豆花，但是里面没有一丁点豆子。我们看到的这些豆花，是厨师把鸡胸肉用刀背锤成肉泥，再一点点剔掉筋膜，用高汤搅成浆，最后像点豆腐一样，用滚烫的鸡汤把它冲出来的。这道菜行话叫做吃鸡不见鸡，吃肉不见肉，这背后是无数次的捶打，无数次的过滤，是心血和时间的结晶。还有这个汤能把鸡汤吊得这么清澈，却没有损失一丝一毫的鲜美，这功夫深了去了。688买的不是一碗汤，是这位素未谋面的大厨至少10年的功夫。这个价格对于普通人来说太不亲民了，但对于这道菜的本身手艺和味道而言，它值这个价钱。随后我把最后一口汤喝得干干净净，我感觉我今天不是来吃饭的，我就是给我的钱包上了一堂昂贵的关于敬畏的艺术课。我看了看系统面板那个猛然向前窜了一大截的能量，又看了看直播间前所未有的热度，我深吸一口气，脸上全是悲壮说道：既然来都来了，今天我就再放一波血。我在菜单上快速阅览，最后叫来服务员：你好，我再加一道雪花鸡闹。然后我对着镜头科普道：家人们，雪花鸡闹又是一道吃鸡不见鸡的顶级功夫菜，它和刚才的鸡豆花并称为川菜中的双绝。鸡豆花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与细心，雪花鸡闹则是考验厨师对火候最细致最瞬间的把控。没过多久，那道价值888的雪花鸡闹就被端了上来，盘中之物洁白如雪，形态就像是炒得最嫩的滑蛋。我拿起银质的汤匙，轻轻地舀了一勺送入口中，下一秒我的眼睛猛地睁大，口感绵密到了极致，比顶级的慕斯还要顺滑。用舌头轻轻一抿，那云朵般的鸡蓉就在口腔中瞬间化开，释放出一股比鸡豆花更加奔放、更加浓郁的鸡肉鲜香，混合着蛋清的嫩滑和一丝恰到好处的咸鲜。系统的金色光芒再次照亮。菜品：官府菜雪花鸡闹，食材新鲜度99%，制作工艺评级97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7分，获得美食能量加750点。我看着镜头，脸上混杂着极致享受和巨大痛苦的扭曲表情说道：家人们，我宣布我中毒了，这家店有毒，他掏空你的钱包方式是让你心甘情愿欲罢不能，明明知道很贵，却还他妈的想再来一次。我意犹未尽的看了一眼空空的盘子，又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旁边的菜单，不行，我猛地摇了摇头，仿佛要甩掉什么可怕的念头。再吃下去，别说全国空降了，回家的车票钱都买
没了。我对着镜头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家人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下期再见。第二天，我一边开着直播和粉丝调侃，一边走在街边寻找美食。忽然，我的目光被不远处的一家店门口的景象吸引住了。那是一家看起来很普通的街边小店，店门口整整齐齐地放着几个巨大的笼子，笼子里挤满了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兔子。我对着镜头，脸上露出了一个悲天悯人的表情。家人们，兔兔这么可爱的生物，它们本应该在草地上自由奔跑，享受阳光和青草，现在却被关在这冰冷的铁笼里，等待着残酷的命运。我做不到坐视不管，今天我就要从这个残酷的命运手中拯救一只兔兔。随后，我直接大步走进店里，老板，来一份店里招牌。对了，帮我挑一只最可爱的。直播间里瞬间发出了山洪海啸般的弹幕，愤怒爆笑，错愕无语，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弹幕狂欢。店里大妈也被逗笑了，随即朝着后厨方向高亢地喊了一句：“1号桌干锅兔1份。”很快，大妈就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小铁锅走过来了，红亮的干辣椒、翠绿的香葱段、金黄的炸土豆条和雪白的芝麻，满满当当的铺在切成小块的兔肉上，一股浓烈霸道的麻辣香气瞬间勾起了最原始的食欲。我夹起了一块兔肉，表面被炸得微微焦黄，均匀地裹着红亮的酱汁和香料，牙齿咬下，外皮焦香酥脆，内里的肉却异常紧实细嫩，麻辣咸香，各种味道在我的舌尖上尽情释放，锅气十足，味道凶猛，是那种能让人瞬间打开味蕾，浑身毛孔都舒张开的江湖菜。系统的声音响起，菜品招牌干锅兔，食材新鲜度95%，制作工艺评级80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85分，美食能量加50点。我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家人们，事实证明，可爱是真的能当饭吃。兔肉这种食材很奇特，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本身没什么味道，肉质偏瘦，不如鸡肉油润，也不如猪肉醇厚。但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恰恰是没什么味道，它就像一张白纸，给了厨师最大的发挥空间。这家店的调味是典型的一招鲜，用大量的干辣椒和花椒，配上豆瓣酱和重油，追求瞬间的味觉冲击力。这种做法没错，很爽，但吃多了容易腻，味道的层次感也不好。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辣椒可以换成复合型的，用2荆条提香，灯笼椒增色，再加上一点魔鬼辣，提升辣度的上限。这样辣度就不再是单调的刺激，而是有前调、中调和后调的。起锅前可以烹入少量的黄酒和白酒，这样能更好的中和油腻感。我侃侃而谈，分析的条理清晰，直播间仿佛真的在上顶级大厨的烹饪课，还有现场教学。捡到了，听君一席话，胜吃10年兔啊！我用筷子在锅里，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随即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随即叫来大妈说道：“老板娘，你们这菜分量不对啊！”大妈一愣：“怎么会呢？我们家都是足斤足两的。”我摇了摇头：“你看这兔兔它不够整整齐齐，身子有了，最重要的部位没有，所以再来个兔头吧，要麻辣的。”大妈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我是开玩笑。哎呦，你真是太逗了，姐这就给你去拿。很快，大妈端着一个小盘子回来，盘子里静静地躺着一个被酱汁完全包裹的兔头，它通体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红褐色，表面撒满了炒得焦香的白芝麻和花生碎，那股混合着20多种香料的卤水香气，比刚才的干锅兔更加醇厚。我撕了一块肉放入口中，满足地眯起了眼睛，那味道比干锅兔更加软糯，卤水已经完全渗透进去，咸香麻辣，回味里还带着一丝丝的甜。然后我对着分开的兔头猛地一吸，将兔脑吸出，兔脑口感就像豆腐，但比豆腐更绵密更醇香。在我还在回味的时候，系统声音响起，菜品招牌麻辣兔头，食材新鲜度95%，制作工艺评级88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0分，美食能量加80点。随后我对着镜头开启了总结：家人们，为什么兔头比干锅兔多5分？因为它更专注，它的辣不是单一的，而是用了至少3种辣椒，2荆条的香，小米辣的烈，还有一种应该是本地的木马山辣椒，带有独特的回甘。这就是功夫，把一道看似简单的街头小吃做到极致。我看了一眼时间，好了，家人们，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咱们明天见。说完便关掉了直播。第二天，高铁在平原上飞驰，1个多小时后，高铁稳稳停靠在南陵北站。起因是看到一个粉丝推荐的一家美食，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到了菜市场，我便开启了直播。家人们下午好，我已经成功空降南陵市老城区菜市场。随后我7拐8拐的，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粉丝推荐的美食，没有招牌，只有一个白色的牌子上写着方酥锅盖，就看师傅从一个大盆里揪下一块发好的面团，3两下揉搓排气，然后抓起一团金色的油酥，像包包子一样严丝合缝地包进面团里，接着用一个短小的擀面杖几下就将面团擀成牛舌状的长条，然后将擀好的面饼被贴在烤炉内壁。我走上前和老板说：“来个凉粉锅盔。”就见师傅从炉中夹出一个烤得金黄焦香，像个小头盔一样的锅盔，他用小刀在侧面划开一道口，热气一下就冒了出来，紧接着从旁边的大盆里舀起一勺早就拌好的凉粉塞了进去。我接过锅盔，对着镜头稍微展示了一下：“家人们，我开动了！”咔嚓，外壳应声而碎，无数细小的酥皮在口中炸裂。没等我细细的品味面饼的麦香，一股冰凉滑嫩的触感席卷了味蕾。是凉粉被红油、蒜泥、香醋、花椒和秘制酱料充分浸润的凉粉，在滚烫的口腔环境中瞬间释放出它那麻辣香咸酸爽的全部滋味。热与冷，酥与滑，干与润，两种截然不同的口感和温度，在这一刻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和谐统一。那股麻辣的后劲刚涌上来，
就被饼皮本身的甘甜和麦香温柔的中和，我整个人都定住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好吃了。系统声音如期而至，特色小吃方酥红油凉粉锅盔，食材新鲜度95%，制作工艺评级92分，无有害添加剂，综合评分90分，美食能量加136点。我闭上眼睛一脸享受。家人们，这锅盔已经不能简单的用好吃来形容了。我3下5除2吃完一个，又走到摊位前，老板再来个3丝的。师傅的动作依旧利落，第二个锅盔很快就到了我的手里，依旧是那副金盔铁甲般的焦脆外壳，划开后塞进去的是凉拌的胡萝卜丝、黄瓜丝和豆皮丝，相对于凉粉的软滑，3丝的口感更加爽脆，带着蔬菜本身的清甜。系统声音再一次响起，特色小吃方酥红油3丝锅盔，食材新鲜度94%，制作工艺评级92分，无有害添加剂，综合评分90分，美食能量加135点。家人们，这个也90分，同样是镇店之宝。这时我的私信响起，我看了看，然后对着弹幕说道：家人们，我们下一站有着落了。刚才我们的榜一大哥盛情要求我去替他尝尝这京城的烤鸭到底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味道。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在京城不见不散。随后我就关掉了直播，路程总是无聊的，奔波了一整天，终于到了榜一大哥指定的饭店。我再次打开直播，家人们，我到地方了。我指了指后面的牌匾，御膳房烤鸭，光听这名字就感觉一般人的钱包进去得瘦3圈。我一边说着，一边迈步向里走，弹幕也跟着热闹起来。这家店我知道，人均500起步，我感觉要翻车啊！一般这样的店都是吃服务的。我被迎宾带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菜单都不看，对着服务员说：1只烤鸭，其他的不要。随后报上了榜一大哥之前留给我的会员卡号。没过多久，一位戴着高高白帽、气质沉稳的老师傅推着一辆锃光瓦亮的小餐车来到了我的身边。餐车上一只通体枣红、闪烁着诱人油光的烤鸭正安详地躺在那里。老师傅气定神闲，手腕一翻，刀光一闪，一片连皮带肉的鸭胸应声而落，像一片金色的羽毛一样精准的、轻飘飘地落在了盘子中。这一刻，我和直播间300万观众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枣红色的鸭皮紧紧地贴着粉嫩的鸭胸，皮与肉之间还有一层几乎透明的油脂，正在热气的蒸腾下微微颤动。我夹起那片鸭肉，没有蘸任何酱料，直接送入口中，咔嚓一声轻微但无比清晰的脆响，那是牙齿切开酥脆鸭皮的声音。紧接着，一股温热的、浓郁到近乎霸道的油脂香气瞬间在口腔中爆炸开来。那不是寻常的油腻，而是一种被果木清香中和过的醇厚而甘美的味道。鸭皮薄如蝉翼，酥得仿佛轻轻一抿就要化开，而皮下的鸭肉却嫩滑到了极致，肉质细腻，汁水丰盛，每一丝纤维都浸透了鸭油的芬芳。系统的声音不约而至的出现，菜品名称：御膳房果木烤鸭，食材新鲜度98%，制作工艺评级97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6分，美食能量变动加158点。我看完分数，心里一震。就在这时，服务员端上来全套的配料：甜面酱、葱丝、黄瓜条、荷叶饼，以及一小碟洁白细腻的砂糖。我的目光落在了那碟白糖上。家人们，大部分游客吃烤鸭都是卷着饼蘸酱吃，但是要看一家烤鸭店正不正宗、地不地道，就要看它上不上这碟白糖。然后我对着旁边的老师傅客气地说道：麻烦您单切几片鸭胸肉上的皮。老师傅闻言赞许地点了点头，手起刀落，几片只有皮不见肉、薄如纸片、色泽金红透亮的鸭皮便落在了盘中。我夹起一片，这叫酥皮蘸血，专门吃这全鸭身上最精华的一口酥脆。鸭皮本身滚烫，白糖遇热微微融化，能形成一层薄薄的焦糖风味，正好解了鸭皮的腻，又把那股子香顶到极致。说完，我把鸭皮送入口中，几乎是入口即化，在舌尖上碎裂成无数个细小的带着焦糖甜香和油脂干香的颗粒，瞬间融化，只留下一口让灵魂都为之颤抖的余韵。我彻底放开了，时而用荷叶饼卷上鸭肉、葱丝、黄瓜条，蘸上浓郁的酱料，时而又夹起一片纯皮，蘸上白糖，风卷残云，半只烤鸭下肚，我才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我对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痛快！这家店从选鸭烤鸭到片工，再到对传统吃法的理解，几乎无可挑剔。那些说老字号不行了的人，可以来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传承。京城烤鸭那一夜，不只是我的直播间火热，第二天，御膳房烤鸭的门口，队伍从街头甩到巷尾，车窗外，现代化的楼宇与江南水乡的婉约景致飞速交错，最终画面定格在余杭东站4个大字上。随手叫停一辆出租车，说完地址以后，我便欣赏起了外面的景色。快到的时候，车还没停，一股极其霸道的香味毫无征兆的透过车窗缝隙窜了进来，滚油炸开了干辣椒的焦香，蒜末姜蓉爆出的辛辣，还有猪油烧到沸腾的野蛮之香，简单粗暴直接，就像是一个彪形大汉一脚踹开了你的嗅觉大门，然后对着你的味蕾神经大吼一声：饿不饿？下车我就把直播打开了。家人们，我到余杭了，身后就是我选择的美食——赣州小炒。直播间里充满了疑惑：品神，你跑来余杭吃赣州菜，是不是下错站了？我没有管弹幕的疑惑，我看着面前的小店，连个正经招牌都没有。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门口的灶台前，他左手抓着一口巨大的铁锅，右手挥舞着锅铲，
身前是冲天而起的火焰，将锅里的菜燎得滋滋作响。我大步流星的走了进去，没有服务员，只有同样忙得脚不沾地的老板娘。看到我进来，赶紧招呼：“几位啊，里面坐，自己找位置。”炒菜的老板看到我拿着直播设备，咧嘴一笑：“拍视频啊，给我拍帅一点啊！”我坐下，对着镜头笑着说：“家人们，看见没？这就叫烟火气。”我冲着老板娘喊道：“老板，点菜，来一个鱼干辣椒炒肉，一个莲花血鸭，再来个梨蒿炒腊肉和一碗米饭。”没过一会，第一盘菜就端了上来，辣椒碧绿油亮，肉片肥瘦相间，边缘带着恰到好处的焦香。我拿起筷子，夹起了一片充分吸收了汤汁的肉片，缓缓地送入口中。辣椒的鲜，猪油的蛮横，肉片的焦香，还有酱油豆豉催化出的那股锅气，在我的味蕾轰然炸开。我没有着急说话，而是先扒拉了一大口米饭。系统的声音响起：菜品猛火鱼干辣椒炒肉，食材新鲜度95%，制作工艺评级88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89分，获得美食能量加120点。我对着镜头说道：“家人们，这道菜是米饭刺客，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不停的干饭。顶级的鱼干辣椒，皮薄肉厚，辣味香而不呛，新鲜的猪肉用滚烫的猪油爆炒，油脂的香气被激发到极致。这两种本味在酱油和豆豉的撮合下，互相成就，彼此放大。”这时，莲花血鸭也被端了上来，一股比刚才的辣椒炒肉更加浓郁、更加复杂的香气瞬间钻入我的鼻腔。这道菜的卖相极具冲击力，它的颜色是浓重的酱红色，近乎于黑，鸭肉被剁得极碎，和凝固的鸭血、红亮的辣椒末、翠绿的蒜苗段糊化成一种粘稠的、难以名状的混沌形态。我舀起满满一勺，有肉有血有辣椒和蒜苗，那一勺形态混沌的菜肴终于入口。我猛地一顿，大脑一片空白，原本还想细细品味的咀嚼动物变成了下意识的高速吞咽，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字：香。酒糟的甜，秘制酱料的咸，鸭肉本身的鲜，形成了一种极具侵略性的复合酱香。这还只是前奏，随后一股不讲道理的辣意如同火山喷发，从我的舌根处猛地炸开，顺着喉咙直冲天灵盖。太过瘾了！系统如约而至的响起：菜品莲花血鸭，食材新鲜度96%，制作工艺评级90分，综合评分91分，获得能量加130。鸭血的嫩，鸭肉的香，蒜苗的脆，辣椒的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简直是一台无情的碳水收割机。我刚想再说点什么，炒菜的老板端着最后一道菜走来：“帅哥，尝尝我们赣州最有名的菜——梨蒿炒腊肉。”碧绿的梨蒿，半透明的腊肉，点缀着几抹鲜红的辣椒段。最勾人的是它的味道，那是一种独特的草本清香，混合着腊肉被热油逼出的烟熏之香，形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奇异芬芳。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一声清晰的断裂声在我的口腔中响起，紧接着一股带着草木与水泽气息的清香轰然炸开，那是一种只属于鄱阳湖畔的芬芳。而那半透明的腊肉早已被猛火逼出多余的油脂，只剩下醇厚的烟熏咸香和纤维分明的嚼劲，一清一浊，一荤一素，一脆一韧，竟达成了一种近乎天道的和谐。直播间此时没有人说话，都在看着我，心满意足的模样，疯狂咽着口水。我看向镜头：家人们，如果说刚才的莲花血鸭是一位手持开山斧的猛将，那这一道梨蒿腊肉就是一位解甲归田的隐士。它的味道不霸道，但足够独特，只要吃一次，绝对再也忘不掉。话音刚落，系统如期而至：菜品梨蒿炒腊肉，食材新鲜度90%，制作工艺评级91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2分，获得能量加120分。老板看着我笑着问道：“帅哥，吃的还行不？”我由衷的竖起大拇指，我吃过这么多赣州菜，你这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老板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喜欢就常来，我们这没啥秘方，就是舍得用料，用心炒。朴实的话语比任何营销都更有力量。结完账，我对着镜头告别：家人们，今天的寻宝圆满成功，我们下期见。第二天一早，当直播间的镜头重新亮起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一辆开往大理的客车上。家人们，今天我们来点刺激的，我们要去赤野生菌、剑手青、牛肝菌、鸡枞、干巴菌，这些名字你们可能听过，但你们一定不知道，每一种菌子都有着它独特的脾气，有的温和鲜美，有的霸道致命，错一步，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你们都懂。直播间瞬间炸开，品哥不要啊，我还想一直看你直播呢。卧槽，听着好刺激。我摆了摆手，放心，咱是美食主播，不是玩命主播，所以咱们这次的目的地就是大理。转了几趟车，终于站在了大理古城北门市场门口。我的目光被一个角落里的摊位吸引，摊主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白族阿婆，她安静地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用一把小刷子仔细地清理着箩筐里的菌子。箩筐里码放着形态各异的野生菌，我蹲下身指了指篮子里：阿婆，这个松茸怎么卖？这个贵着呢，是拿来做刺身的。阿婆摆摆手：你要是自己炒着吃，买点牛肝菌、青头菌，划算。我笑着说：我不自己做，就想尝尝最新鲜的做法。您这里可以直接加工吗？你们是想吃现成的吗？他指了指后面一个被布帘隔开的小空间，进来吧，我这里小，但味道不一定比大饭店差。一个简陋的厨房里，是阿婆的儿子正在颠勺。看到阿婆带人进来，问道：做吗？想吃点什么？我直接说道：你看着推荐就行。男人想了想，那一个就是松茸，松茸刺身配我们自己酿的雕梅酱，尝的是菌子最本真的鲜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白族自己的吃法，乳扇牛肝菌卷。我直接说道：好，
就这2个，再来碗米饭。男人爽快地答应一声，转身去做菜了。很快就端上来一个白瓷盘，只见一片片松茸被切得极薄，近乎半透明，边缘透着光，如同上好的羊脂白玉。我拿起筷子说道：“家人们，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刻。”我没有立刻蘸酱，而是先凑到鼻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一股难以言喻的香气瞬间贯穿了我的整个感官系统。那是雨后初晴的原始森林，是潮湿的泥土，是腐朽的落叶，是山间清冽的晨雾，所有气息被浓缩在了这小小的一片菌子里。然后我将那片松茸在雕梅酱里轻轻点了一下，随即送入口中。入口瞬间，我的眼睛瞬间睁大。直播间看到我的表情一片哀嚎，怎么了，品哥你别笑我。完了完了，全剧终了。下一秒，我的嘴角微微上扬，细细的咀嚼着，牙齿切开菌肉的瞬间，仿佛有无数个微小的爆珠在舌尖炸裂，一股比刚才闻到的浓烈100倍的香气，混合着菌子本身的清甜，轰然炸开。紧接着，舌尖传来一丝雕梅酱的酸甜，这一点点酸，非但没有抢走松茸的风头，反而像是一个更高明的指挥家，瞬间激发了菌子更深层次的鲜美。熟悉的系统声音也再次响起：菜品白族松茸刺身，食材新鲜度96%，制作工艺评级85分，综合得分87分，获得美食能量加100点。我对着镜头说道：“家人们，这不是食物，它是一口山野的精魄，是凝聚了整片松林晨露的灵魂。但是重点来了，松茸是极少数能够生吃的野生菌，前提是它必须是绝对新鲜，自己在家可千万不要瞎搞。”言语间，阿婆的儿子端上来一个新的盘子，盘子里摆放着几个金色的，看起来像是春卷的东西，一股浓郁的奶香和菌子独有的鲜香随之飘来。我夹起一个，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咔嚓，清脆的响声清晰地传到了直播间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我的双眼又一次猛地睁大，但这次多了一丝错愕，一丝不可置信。我感觉我的整个口腔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复合型风暴彻底占领，被炸得金黄酥脆的乳扇在牙齿触碰瞬间就碎裂开来，浓郁的焦香的奶味带着一丝炸过后的独特香气轰然炸开。紧接着，被乳扇紧紧包裹着的牛肝菌在高温的烹炸下已经变得无比软糯，那种独有的厚重而霸道的鲜香混合着蒜蓉和些许调味料的咸香，从内馅的中心猛地涌出。菜品白族乳扇牛肝菌卷，食材新鲜度90%，制作工艺评级92分，综合评分88分，获得能量加130点。兄弟们，我以前吃过的所有春卷，在他面前都是垃圾，外壳是脆的，一碰就碎，里面是软的，一抿就化，外面是奶香，甜丝丝的，里面的味道是菌香，咸香口的，太好吃了。我站起身结账，走之前对着阿婆和他儿子道了谢：“阿妈，小哥，菌子太板扎了，下次来还找你们。”告别了摊主，也顺便和直播间道了别。吃完了好吃的食物，剩下的时间我也想领略一下大理的景色。第二天开启直播已经是下午了。家人们来到这里，如果只吃安全的品种，那跟去川渝吃火锅点个清汤锅有什么区别？直播间沸腾了，卧槽，他要来真的了！前方高能预警，品哥你冷静点啊！我没有理会弹幕，接下来带你们去见识一下真正的滇南魔法。走了，找个靠谱的馆子，吃见手轻。没过多久，我走到了一个火锅店，滇南王府。走进去落座后，我看都没看菜单，直接对服务员说：“来个君王锅底，一盘见手轻，一盘黄牛肝，再来一盘鸡葱，一份本地的土鸡。”好的，先生，我们店里的野生菌需要我们专门的沙漏计时，煮满20分钟才能食用。服务员微笑地提示道。很快，一个铜制的火锅被端上来，光闻着就鲜得让人头皮发麻。紧接着，一盘盘切得薄厚均匀的菌子也上齐了。就看那盘见手轻，切口处已经呈现出诡异的蓝色。先生，计时已经开始，请您耐心等待。说完便转身离开了，餐具都没给我上，可能是怕我抵不住诱惑偷吃吧。等待的时间总是煎熬的。终于随着清脆的提示音响起，服务员走过来：“先生，您的菌子已经煮好了。”说着从后面的柜子里给我拿出了一套崭新的餐具。我没有着急拿起筷子，反而拿起了汤勺。吃菌子火锅一定要先尝尝这锅汤，看看它够不够滚。我一边说着，一边舀出了一勺滚烫的汤，汤色纯净，浓稠的恰到好处，表面浮着一层金色的鸡油，散发着让人口水直流的鲜香。汤汁入口，一股醇厚霸道但又无比纯粹的鲜美，像温热的海水无声无息地漫过堤岸。菜品滇君王府君王锅底，制作工艺评级94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3分，增加能量加230点。我对着镜头说道：“这已经不是好不好喝的问题，它的鲜是有层次的。第一口是鸡汤的纯，第二口是火腿的香，回味里还带着各种干菌复合的香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就算不吃任何菌子，光是喝这碗汤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说完，我先捞出一块牛肝菌，菌肉金黄，口感滑嫩如凝脂，几乎不用咀嚼就在舌尖化开。接着是鸡葱，它的口感和牛肝菌相反，带着一种独特的嚼劲。菌饼撕裂的瞬间，一股类似肉类的鲜美在口中迸发。最后，我将目光锁定在了那盘见手轻上，原本妖艳的蓝色已经褪去，变成了普通的深褐色。我夹起一片，放入自己调好的干碟里，均匀地裹上一层胡辣子和花椒面，随后塞进嘴里，咀嚼的瞬间，菌片上滚烫的汤汁瞬间激发出了干碟里的焦香，一股深藏在菌肉纤维里霸道到不讲理的鲜美从深处喷薄而出。我对着镜头释怀地说道：“我终于理解，明明这主不熟，会看见五颜六色的小人跳舞，但还是每年像着了魔一样，前仆后继的来吃。这种鲜
是你吃任何山珍海味都绝对体会不到的。好像还差点什么来着。我想了一下，忽然一拍大腿，喊道：“服务员，来一份豌豆颠。”很快，服务员端来一个翠绿欲滴的小竹篮。我对着直播间科普道：“我知道北方的兄弟们会琢磨，这不就是豌豆尖吗？没错，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你们在老家市场买的，跟我手上这个完全两码事？原因就是保鲜，这玩意的赏味期短到令人发指，所以只有在滇南这种原产地才能吃到这种缸里吐不到2个小时的高级货。这锅汤现在鲜的有点霸道，就像已经飞到9天之上的神龙，华丽强大，但不接地气。而这盘豌豆颠就是把它重新拉回人间。最后一根缰绳，10秒钟，我精准地将所有豌豆颠捞出，嫩芽上挂着奶白色的汤汁，热气蒸腾中，一股独特的混合了豆类清香和菌汤纯鲜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我闭着眼睛细细品味，极致的脆嫩，牙齿轻轻一合，嫩芽就在舌尖断裂，释放出一股清甜的汁水。没等我好好回味，系统声音迫不及待地响起：菜品君王汤涮豌豆颠，食材新鲜度99%，制作工艺评级95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2分，获得能量加210。这盘豌豆颠让这锅汤里所有的鲜味都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它让我的味蕾在经历了轮番轰炸之后，重新回归了平静和清爽。好了，兄弟们，我宣布今天的直播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见。关掉直播，我惬意地刷着手机，忽然发现锦州美食推荐新的榜首出现了，终于可以回家了。西北莜面村，我的眼神里出现了一丝玩味。这个名字我有印象，一个在各大高端商场主打西北菜和家庭消费的餐厅巨头。但是锦州被无数街头神级小吃养得无比刁钻的城市，一个外来的全国连锁居然能直接空降美食热榜第一。我关掉手机，没有半点犹豫，直接买票回家，准备会一会这个新状元。第二天，我直接在饭店门口打开了直播，直播间一瞬间涌进几百万人。品格咋回来了？西北莜面村这家我吃过，死贵的，但是味道还可以。我对着镜头说道。我出门的这段日子，发现榜首已经换了，所以迫不及待的回来尝尝。话不多说，一起期待今天的美食吧。说完，我就走了进去。整个餐厅的门面是开放式的，最扎眼的是那片几乎占据了1/3店面的名厨名档，厨师们身穿雪白的制服，在锃亮的玻璃隔断后，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随后，我被服务员带到一个靠窗的卡座，打开服务员递给我的菜单。好家伙，真不便宜，一份面筋都要39元，一份空心挂面要29元。我默默地合上了菜单，心里想着，既然是榜一，那一定是有点东西。看向服务员说道：“先来一份西贝面筋，一份黄米凉糕，一份烤羊排，再来个牛大骨，主食就要油面鱼吧。”服务员快速地记录完说道：“好的，先生，您的菜品已经下单，我们承诺25分钟内上齐，超时的话，菜品将免费赠送给您。”等待时间并不长，大约5-6分钟，第一个菜就被端了上来。一个巨大的白色海碗里，橙黄的面筋，翠绿的黄瓜，紫色的洋葱圈，鲜红的番茄汁，上面还撒着一层炸得金黄酥脆的辣椒碎，仅凭视觉足以让人食欲大开。我把面筋酱汁和配菜充分搅拌，随即夹起一筷子送入口中，系统声音同时响起：菜品细贝面筋，食材新鲜度85%，制作工艺评级65分，添加剂分析：微量黄原胶、柠檬酸，综合评分78分，获得能量加80分。我对着镜头说道：“还行，不难吃，比市面绝大多数馆子的凉皮要强，但这种程度很难登顶热榜第一。江湖菜为什么好吃？炒菜师傅今天心情好，就多颠了2下勺，也会因为记得你的喜好多加1勺醋，这就是食物的灵魂。而这碗面筋，它只是一件被精准复刻的工业产品，味道不错，可惜没有灵魂。”这时，服务员走过来，又端着一个巨大的托盘过来：“先生您好，您的菜齐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股强烈的肉香混合着自然的霸气气息，席卷了整个卡座。一块巨大的牛大骨被放在桌子中间，紧接着是一盘金黄酥脆的黄米凉糕，还有一碗汤色奶白，里面飘着可爱小鱼的油面鱼，最后是一个被锡纸紧紧包裹的压轴大菜。他麻利地用小刀划开锡纸包，一股滚烫的白色蒸汽猛地炸开，极致的烤羊肉香气扑面而来。我戴上了一次性手套，从容地拿起一块羊排，入手滚烫，手指稍微用力就能感觉到那层酥脆外壳下肉质的软嫩和弹性。我直接咬了一大口，紧接着牙齿便陷入滚烫而柔嫩的羊肉中，丰沛的肉汁在口腔中爆开，混合着自然的香料复合香气以及羊肉耐骨处理的恰到好处的奶香味，脑海中已经有了最终答案。菜品细贝草原嫩烤羊排，食材新鲜度92%，制作工艺评级85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84分，获得美食能量加100点。我缓缓开口，味道不错，但总共就3根排骨，119块钱。我感觉我不是在吃羊排，我只是在给羊上粉，顺便随了份子钱。直播间瞬间笑爆了，我将目标对准了另一道菜，酱香牛大骨。这道菜分量倒是看着很唬人，一根巨大的骨头横在盘中，上面挂着被酱汁浸透的牛肉和牛筋。我夹起一块肉送入口中，酱汁的味道霸道无比，咸中带甜，牛肉炖得很软烂，几乎是入口即化。菜品细贝酱香牛大骨，食材新鲜度82%，制作工艺评级75分，综合评分81分，获得能量点数80点。这个肉炖得很烂，适合牙口不好的人，酱味很足，非常下饭。但是我话锋一转，用筷子敲了敲那根巨大的骨头，说道：“79块钱，肉没多少，
骨头占了大半，倒不如改个名叫酱香宠物磨牙棒。直播间笑声一片，然后我看向桌子上，一碗汤色奶白、热气腾腾的汤，汤里浮着无数个形似小鱼、白白胖胖的油面，旁边点缀着翠绿的葱花，还有几滴红色的辣油。这是他们菜单上为数不多价格低于30的主食。我拿起汤勺，先是舀了一勺奶白的汤，温润鲜美，一股菌菇的清香和极淡的骨汤底味。紧接着又舀起几条白胖的小鱼，连汤带面一起吃下，油面口感劲道。我吃完一勺又一勺，很快小半碗就下了肚。同时系统声音响起：菜品细贝蘑菇汤油面鱼，食材新鲜度88%，制作工艺评级80分，综合评分82分。我看着镜头说道：这可能是他家唯一有烟火气的了。首先我必须承认，这家餐厅没有一道菜是难吃的，至少都是中上水准。油面鱼暖心暖胃很不错，羊排外酥里嫩肉质很好，牛大骨软烂入味，酱香浓郁，面筋酸辣开胃，口感爽脆。但是我在这家店里吃不到任何一道菜有厨师的个人印记，我吃不到火候的偶然性，吃不到调味的即兴发挥，所有的味道都像是被写死在程序里的代码，精准但是冰冷。所以总结下来，这家餐厅味道还行，但是它还是配不上锦州热门榜第1的位置。吃完不后悔，但我也不会再来了。行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关掉直播，看着粉丝给我的评论和私信，有一个粉丝的私信吸引了我。品哥，我是一个在北方漂泊了10年的这城人，10年里我吃过米其林，也撸过路边摊，但我最想念的还是家乡那一口酸辣鲜香的柠檬鸭。可惜现在真正的柠檬鸭越来越难吃到了，我怕再过10年，我的孩子就算回到家乡，也再也尝不到真正的柠檬鸭。所以我把它推荐给你，这种情怀让我深有感触。我把私信截图发到了动态里，并且配上文字，我来替你完成这次味觉的寻根。评论区也逐渐涌动起来。我也在外地，我好想妈妈做的红烧肉，品哥拜托了，一定要去啊。这城，我站在一望无际的甘蔗林边，对着镜头说道：我知道，一提到甘蔗，你们想到的就是当水果啃，但是在这里是可以当菜的。既然来了，就都尝一尝吧。我没有去那些门脸光鲜的大饭店，而是在一条窄巷里找到了一家门头小的可怜的馆子，店名叫李记饭馆。迈步进店，老板走上前问道：帅哥，吃饭吗？随便坐就行。我坐下，连菜单都没碰，问道：老板，有甘蔗吗？老板眼睛瞬间亮了，重新打量了一下我。帅哥很懂行啊，小的吃这个。我笑道：那就来一道甘蔗笋炒山猪肉，山猪肉要带皮的，炒得干香一点，就先来这个，尝尝您的手艺。得嘞，您稍等。老板乐呵呵的钻入后厨，我对着镜头科普道：你们一定好奇甘蔗笋是什么？真正的甘蔗笋跟你们啃的甘蔗主干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是甘蔗在分裂期从地下的根茎处新长出来的嫩芽。老板端着一个白瓷盘，大步流星的走出来，菜还没到，那股味道就先一步侵略了我的鼻腔。先是猛火爆炒带来的焦香，紧接着是山猪肉油脂被煸出的带一丝野性的浓郁肉香。盘子落桌，我迫不及待的夹起一片甘蔗笋，又加了一块带皮的山猪肉，一同送入口中。咔嚓一声轻微但无比清晰的脆响，是甘蔗笋，它的口感嫩得不像话，一股植物最原始的鲜甜之水在口腔里瞬间爆开。紧接着是山猪肉带来的肉皮 Q 弹焦香，肥肉丰腴入口即化，两种截然不同的食材在口腔里完成了从对抗到和解的全过程。系统声音再次响起：菜品甘蔗笋爆炒山猪肉，食材新鲜度92%，制作工艺评级88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87分，获得能量120点。我满足的咽下食物，好吃。这道菜的精髓就在平衡2个字，口感的平衡。甘蔗笋的脆嫩和山猪肉的 Q 弹干香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味道的平衡。我夹起一片甘蔗笋，它本身带着非常清淡的甜味，那种植物的鲜甜，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解腻。当然，这道菜也不是完美的，老板的手艺非常好，火候没得说，但可能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怕我们吃不惯，下手稍微重了一点，酱油的量多了一点点，导致咸鲜味略微压过了甘蔗笋本身的清甜。如果能减少1/3的酱油，这道菜至少能再高2分。我说话的声音被老板听到，他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后是了然和佩服。然后我喊来老板说道：您这手艺绝了，您这甘蔗笋炒得锅气十足，可见火上功夫了得。我想再尝尝您这里另一道招牌柠檬鸭做的地道吗？老板一听柠檬鸭，脸上的笑容从刚才的热情好客变成了行家遇到知己的兴奋。老板听后一拍大腿：哎呦，您可真是个懂吃的，我们这柠檬鸭不敢说全这城第一，但绝对是老味道，我这就去给你安排。说完就风风火火的再次扎进后厨。我再次科普道：做一道正宗的柠檬鸭很难的，首先是鸭子，绝不能用普通的肉鸭饲料鸭，最好的选择是在田埂上吃着谷糠小鱼小虾长大的土鸭，而且最好是1年半以上的老鸭。其次是酸料，它的酸不只是柠檬，而是一种复合的有层次的酸，酸叫头酸姜，酸辣椒山黄皮。然而最关键的灵魂，成败的关键在于陈年咸柠檬，必须是本地土柠檬，并且腌制时间至少要1年以上，3年以上的才是极品。弹幕惊叹道：一道菜竟然要等3年，这不就是美食界的女儿红吗？太讲究了。就在直播间气氛被推到顶点时，后厨的门帘猛地掀起，老板洪亮的嗓门带着十足的底气响彻全场：靓仔，你的柠檬鸭来了。我看着面前的柠檬鸭，这哪里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分明就是一件艺术品。整只鸭子被均匀的剁成小块，每一块都带着金黄的鸭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配菜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翠绿的酸椒头，嫩黄的酸姜丝，火红的酸辣椒段，还有那些
叫不出名字的兰桂特色酸菜，像调色盘一样铺满了整个盘子。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鸭肉本身的醇香，各种酸菜的复合酸香，还有那股独特的，仿佛能穿透时间的陈年柠檬香。我夹起一块带皮的鸭肉，连同几片酸菜和一小块咸柠檬皮一同送入口中，鸭肉的醇香瞬间在口中爆开。紧接着，各种酸菜的味道开始登场，但最让人惊艳的还是那片咸柠檬皮，带着一种经过时间沉淀的醇厚甘香，就像陈年老酒一样，入口瞬间就能感受到岁月的重量。系统如期而至，菜品这成传统柠檬鸭，食材新鲜度96%，制作工艺评级92分，无添加剂，综合评分94分，获得能量240分，这个分数已经达到镇店之宝的级别。各位，这只鸭子一看就是正宗的古康土鸭，各种酸菜的搭配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还有这个柠檬皮，少说腌制了3年以上，它的香气已经完全没有了，新鲜柠檬的尖锐反而带着一种近似陈皮的甘香。我想说的是，今天94分的柠檬鸭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份传承。我看了看表，今天直播先到这里，拜拜，家人们。回到家，我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刚一坐下，系统的声音响起，您的美食能量已经积累到1万点，现在可以领取厨王称号，佩戴此称号可以拥有无上厨艺，是否领取佩戴？我激动的一下站了起来。随着我的知名度越来越大，粉丝越来越多，相对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认为我只会说不会做，这回终于可以做出真正的美食了。我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确认领取。点击瞬间，我感受到无数的美食知识形成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给我包围，将我围绕，并且缓缓托起，随即疯狂涌入我的脑海和我的四肢。1个小时后，我才缓缓落下。我握了握拳，这种感觉很微妙，像是重生，像是穿越，但又那么熟悉，就像是我与生俱来的本领。平静下来后，我冷静地思考了很久，我有了这样的本领，但是只是生硬的理论知识，没有创新，也没有灵魂，这样配不上厨王的称号。所以我决定接下来不再抛头露面，暂时退出网络，隐姓埋名，到世界各地磨练自己。从这天起，我整整2年没有任何消息，大家从最开始的好奇和关心，到后来的质疑，直到最后，我已经慢慢的要被遗忘。直到有一天，华夏来了一位东瀛人小野次郎，他是米其林3星主厨，也是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冠军。他很是嚣张的喊话，华夏没有真正的厨师，一时间激起全国的愤怒，有不少饭店的主厨纷纷前去发起挑战，想着是一个精忠报国的好机会，赢了的话前途一片光明。可是接二连三的全部被击败。东瀛人见状更是嚣张，直言道，华夏吃的都是垃圾，再没有挑战的人就要离开这个没有美食的国家。一众厨师敢怒不敢言，赢的几率不大，输了的话又会被骂到退出行业，谁也不想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虽然没有抛头露面，但是我也很关注这件事。看到当下这个场景，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得提前出关了。我拿起手机，打开了久违的账号，发了一条信息，弹丸之地也敢捋华夏美食的虎须。这一条动态发出去，直接给整个网络炸得翻天覆地。是品哥，品哥还活着，那个男人回来了，我们有救了。但更多的还是质疑的声音，你就一个过气的网红，这时候出来赚流量吗？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这和发国难财有什么区别？各个地方的厨师也纷纷发言，我们专业的都没比过，还嫌不够丢人吗？小小网红不知深浅，懂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冠军，含金量吗？我没有理会这些评论，直接发起第2条消息，下周6 10点厨王会议馆，让你见识真正的华夏厨艺。各种评论再次铺天盖地的袭来，你凭什么代表华夏厨艺？撤回撤回，别丢人现眼了，你也就能代表你自己家的厨房。发完，我直接就关上手机。另一边，小野次郎的助理拿着手机走了过来，对着他说道，又一个不怕死的，约您下周6比试。小野次郎头也不抬地问道，哪家饭店的主厨？什么比赛的冠军？助理小心翼翼地回道，就是一个网红。小野次郎听完猛地抬头，大骂道，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想干，整个网红你还和我汇报，我什么身份？什么阿猫阿狗，我都要领吗？助理委屈道，可是他有5000万粉丝，呼声很高，之前也痛批过很多米其林主厨，这么大粉丝量，赢了他就会有更多人知道东瀛的美食天下第一。小野次郎听后瞪了助理一眼，你也不算一点脑子没有，反正也是顺手的事，闲着也是闲着，就去赚一波流量吧。时间很快的来到周6，我掐时间来到厨王会议馆，这里早就已经被围得人山人海，观众席上坐满了人。等我走进去发现，小野次郎早就已经到了，此时正在接受上百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台记者采访。他被围在中间侃侃而谈，对于这次比赛我是毫无压力的，听说对手是一个网红，我已经击败了很多华夏各个饭店的知名主厨，没想到最后派出的连厨师都不是。这次比赛完，我可能就回国了，这里已经让我觉得无趣了。观众们听完他的发言，气得直咬后槽牙，但又有气没地方出，基本所有人都不觉得能赢。这时各家媒体看到我来了，也纷纷涌了上来，话筒都要杵到我的嘴里。先生，这次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先生，您连厨师都不是，为什么要和小野次郎比赛？是为了流量吗？我赶紧后退几步说道，流量我有的是，只是看不惯某些地方的人井底之蛙，以为自己已经是顶级，其实天外有天，
说完，我转身走到了场地中央。小野次郎听我说完，看了过来。网红就是网红，不知天高地厚。我赢了很多比赛，你是唯一一个不是厨师，但是话说的最漂亮的人。我看着他说道：“珍惜你在这的时间吧，离开这里后，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灰溜溜的逃回你那弹丸之地。”说完，我没有理会他，直接站到了会场中间，其中的一个厨房面前。小野次郎也冷哼一声，站在了我旁边的厨房面前。这时，主持人和各国的评委走了上来。这次评委是专门从厨艺界请来的各个顶级名流，还有世界美食协会主席。主持人走了上来，激情地说道：“我知道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选手给大家带来的美食，所以我们扔掉了所有磨磨唧唧的过场，我们只追求一件事，就是最纯粹的对决。比赛现在正式开始。”话音刚落，小野次郎动了，他面前只有一条巴掌大的比目鱼，虽然鱼小，但是在小野次郎的手中，他享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放血、去神经、冰镇，每一个步骤都精确到秒。我看着他的操作，不由感叹，确实有大师级别的功夫。这么多厨师在他的手里败得不愿，也不枉他这么狂妄。他的刀工恐怖，薄如蝉翼的鱼片被一片片切下，刀刃贴着鱼肉的纹理斜切入体，力道拿捏的丝毫不差，每一次起落都精准的如同丈量过一般，在碎冰上拼成了一朵晶莹的菊花。随后，他取过一枚小巧的竹筷，蘸了少许现磨的山葵，轻轻点在了刺身中央。最后，他附身凑近，用细巧的镊子夹起一丝紫苏叶，调整到最贴切的角度。这就是极致的技。抬眸时，眼底带着对食材的敬畏与对极致口感的笃定，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仿佛一场优雅的艺术展演。他心里想着，小小的网红而已，根本不配让我展示更高深的厨艺。一盘刺身足矣。场外观众与评委看了他的操作，都忍不住赞叹他刀工的巧妙，技术很是精湛。不少观众和直播间的网友看到我还傻愣着看着小野次郎，都纷纷叹息：完了，就说不让他来，被人家行云流水一套吓傻了，这回丢人丢到家了。我收回目光，没有用厨房设备，而是用一堆木炭生起了火。我看着案板上那只巨大的帝王蟹，我没有拆解，抓起旁边的伏特加，一仰头，在嘴里闷了一大口，腮帮子鼓起，噗，酒雾喷满蟹身，干艾草、八角塞进蟹壳缝隙，然后巨大的螃蟹划出一道抛物线，砸进旁边的火堆里，火焰吞噬蟹壳，酒香炸裂。小野次郎鼻子抽动，他闻到了，那是米其林3星厨房永远没有的味道，粗野狂妄。过了一阵，火候到了，我把提前准备好的海水泼了上去，白气腾空，比刚才浓郁10倍的咸香在蒸汽爆炸中升腾。火乃阳之精，我忽然开口，字正腔圆，像京剧一样，水乃阴之柔，水火既济，方为大道。然后猛地扬起头，把剩下半瓶伏特加全闷在嘴里，腮帮子瞬间鼓起来。下一秒，对着那堆冒着蓝焰、半死不活的松木果堆，噗，漫天水雾喷涌而出。原本微弱的火苗一碰上这高度酒精雾气，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狂兽，轰的一声，一条赤红色的火龙凭空炸起，全场哗然。卧槽，喷火！消失2年去学杂技去了。评委席上，世界美食联会主席是一位老爷子，他猛地一拍桌子，好，这一手丹田气绝了，这叫祸气外放，这叫真火炼金身。老头激动的胡子都在嘴里还在继续说着，西餐讲究温控，低温慢煮，那是私火。他这一口把火喷活了，这是华夏烹饪了，火候最高境界，人火合一。我没有停，眼神犀利，双手快得只见残影，不断的翻动着蟹身，松木的油脂被高温逼出来，化作黑烟，裹着艾草的药香和伏特加的酒气，死死地钻进蟹壳的每一道缝隙。10分钟后，火势渐收，那只帝王蟹已经变成了黑炭，看着有点狰狞。我的动作变得极其温柔，我摸出一把小锤子，轻轻地敲击蟹壳，焦黑的蟹壳应声碎裂，露出了里面雪白如玉，还冒着热气和汁水的蟹肉。那一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香气，像是核弹爆炸后的冲击波，横扫了整个现场。然后我拿出一个不锈钢碗，里面是金黄的酱汁，这是我用法式澄清黄油、柠檬汁打底，然后神来之笔的加入一块红方腐乳，捣碎乳化，缓缓地淋在雪白的蟹肉上。菜成，我端起盘子走向评委席，各位评委死死地盯着这道菜，这气味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这简直是上帝的呼吸。评委们再也等不及了，不顾什么形象，直接上手，抓起一块沾满酱汁的蟹肉，咀嚼瞬间都发出了舒服的呻吟，然后都像饿死鬼投胎一样，一块接着一块往嘴里塞。没有一个人评价这道菜，但是无声胜有声，现场的和直播间里的观众都沸腾了，看来是要赢了，对面轻敌了，就一盘破刺身就拿来比赛。但是这道菜看起来是真好吃吧？馋死我了，还得是我品哥。我收回之前的质疑，小野次郎没有让评委尝自己的这道刺身，他看着自己盘子里那朵精致却冰冷的菊花鱼生，面如死灰。他知道他输了，但是他不服，他输在了轻敌，同时心里泛出了恨意。为什么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明明就是一个厨师，骗我是网红，导致我轻敌。正当主持人要说话的时候，他一把抢过麦克风说道：我承认这次比赛是你赢了，但是我输在了自己的轻敌，用网红的身份打幌子。胜之不武，你敢不敢与我堂堂正正的再比试一次？我将拿出我的全部实力。我回头看向他，没有着急说话。这时现场和直播间的观众再一次炸开了，赢了就是厉害，输了就是轻敌。品哥不要答应他，别意气用事，这关联着整个华夏的脸面。他看我没有动静，又要开口嘲讽，我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直截了当的说，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但是如果你再输了，就要承认华夏美食天下第一。现场和直播间里的所有观众一片哀叹，
完了完了，这下完了，还是太年轻，经不起激将法。你一个网红侥幸赢了，怎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你经过谁同意？代表国家在战的，我不同意。小野次郎听到我答应，好像是怕我反悔一样，立马答应下来。随即，我们又都重新回到了厨房。小野次郎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要把我刚才的耻辱10倍100倍的还给你。从小到大我就没输过，输对我来说就如同要我的性命。”随后，他瞳孔涣散又聚焦，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疯魔。生命，生命，他喃喃自语。随后，他从后面的物资箱里拖出了一个贴有骷髅头的黑色箱子，锁扣弹开，一股寒气冒出，里面躺着一条通体布满黑斑、圆滚滚的鱼，全场哗然。虎河豚这种鱼卵巢和肝脏里的毒素0.5毫克就能放倒一个成年人，这是比赛，不是杀人现场。组委会怎么能同意他带这种食材？小野次郎根本不理会周围的惊呼。这道菜名为彼岸花开，吃下去要么见神，要么见鬼。刀光一闪，剧毒的河豚皮被整张剥下，这已经不是做菜了，是在和死神跳贴面舞。现场和直播间彻底炸了，卧槽，玩这么大！虽然东瀛人挺变态，但是这刀法真他妈绝了，跟艺术品一样。面对这种赌命的疯子，我没有太多波动，站直了身子，伸了个懒腰，转过身对着主持人说：“给我准备2样东西。”主持人也被小野次郎吓傻了，回过神，哆哆嗦嗦地凑过来：“您需要什么顶级食材？蓝鳍金枪鱼还是澳门龙虾？我们这里都有。”我摇了摇头，那玩意是给凡人吃的，给我弄一口锅，要火山石打磨的，烧红了能当烙铁。还有，再给我弄个鼎，要冰做的，纯净水冻出来的，半米高就行。主持人懵了，不死心地问道：“那食材呢？”我瞥了他一眼，拿起一瓶矿泉水：“这就是食材，我请大家喝水。”这句话一说出来，比小野次郎掏出毒河豚还要炸裂。品神疯了，这是彻底摆烂了，我不接受。什么喝水啊？比的是美食，又不是比谁更哗众取宠。只有那个见多识广的老爷子，在听到水和冰顶这2个词的瞬间，瞳孔剧烈收缩，他死死地盯着我，像是想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又极为神圣的东西。水火既济，大道至简。他猛地抓紧了桌角，指关节发白。他不是要摆烂，他这是要造神。我没有理会周围的喧闹，东西很快就准备好了。一口黑沉沉还散发着高温的火山石锅，旁边是一个晶莹剔透、散发着森森寒气的巨大冰顶，一黑一白，一左一右。我站在中间，我对着小野次郎说道：“今天让你见识一下华夏美食的深厚底蕴。”我随便的拿起一条还在甩尾巴的黑鱼，直播间弹幕疯狂刷屏：“这是黑鱼吗？菜市场15块一条的，用这玩意终极对决吗？”全完了，无法想象以后华夏美食在世界的地位。我从后腰摸出了一柄刃口带缺的军用匕首，寒光一闪，没人看清我是怎么出手的。一片薄如蝉翼，能透过它看清案板木纹的鱼片，轻飘飘地落在了盘子里。10分钟后，小野次郎率先停手，一个巨大的青花瓷盘被端上评委席，盘中晶莹剔透的河豚肉被摆成开屏孔雀。他眼里带着狂热，彼岸花开，请品尝死亡边缘的极乐。评委席谁都没敢先动筷子。最后还是那位老爷子胆子大，夹起一片放入口中。3秒后，老爷子瞳孔猛地放大，整张脸瞬间涨红，紧接着一种无法言语的迷醉感浮现在他的脸上，随后颤抖地说道：“妈了！”舌尖嘴唇微微发麻，毒素残留控制在0.01%以下，这种濒死的刺激感把鲜味放大了无数倍。我看了看他的菜品，给予肯定，确实是道极品。然后我走到操作台中间，戴着隔热手套，一把抓起几百度的石锅，稳稳地放在支架上，然后在所有人下巴集体惊到脱臼的注视下，做了一个让物理老师想掀棺材板的动作。我抱起那个装满纯净水的巨大冰顶，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倒扣在了滚烫的热锅上。现场和直播间的几亿观众心脏都停了半拍，卧槽，快跑！热胀冷缩，这他们会爆炸的。然而，并没有预想中的爆炸，现场忽然安静下来，只有一种极其细微却又清晰可闻的声音：滴答滴答。冰顶边缘与石锅严丝合缝，高温瞬间融化冰层，熔水却未接触锅底炸开，而是顺着冰壁滑落，在接触的瞬间化作一团团白雾，雾气上升，遇到冰顶再次凝结成了水珠，就像是在下雨。在那一方小小的封闭空间里，我手搓出了一个完整的大自然水循环系统。我轻声低语：天地未分，是为混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猛地解开冰顶一角，一股白气如游龙般盘旋而出，然后我手腕一轻，鱼片如雪花般飘入，云雾缭绕的石锅盖上冰顶。我看着不断滴落的水珠，淡淡的解释道：这是无根水，加上这口火山石锅，那是地心，天降甘霖，地火烹饪。这一锅吃的不是鱼，吃的是这方天地的生气。仅仅3分钟，鱼片已熟，一股奇异的香气顺着冰顶的缝隙飘了出来。这味道很淡，淡到几乎感受不到，但它钻进鼻腔，所有人的脑子忽然嗡的一下清醒了，就像是酷热的伏天突然走进了一片清凉竹林，没有霸道的油脂香，没有刺激的香料味，是一种极致的干净。时间到，开天地！随着我一声低喝，晶莹剔透的冰顶被猛地掀开，风，一道乳白色的气冲天而起，直冲云霄。待到雾气稍散，众人终于看清了石锅里的景象，奶白色的汤在黑色火山石锅里翻滚，如同涌动的云海，薄如蝉翼的鱼片在汤中起伏舒展，仿佛它们并没有死，而是在这云海中重新获得了生命，正在欢快游弋。我解下围裙，随手扔在了旁边的椅子上，语气平淡地说道：菜名混沌初开冰火鱼。小野次郎手里的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看着那锅汤，眼神涣散。输了，他喃喃自语。
声音里挂着一丝哭腔。我的鱼是死了，他的鱼活了。主席老爷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圣人。他颤颤巍巍地舀起一口汤，入口没有任何冲击力，它就像一滴清晨荷叶上的露珠，顺着喉咙滑了下去。然而就在下一瞬间，他整个人就像被一道天雷劈中，那双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大，脑子里一片空白，极度的空灵之后是一股浩浩荡荡、无可阻挡的生机。没有咸味，却比任何咸味都咸；没有甜味，却比任何甜味都甘。老爷子忽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周围人吓了一跳。他抬起头，已是老泪纵横。他指着这口锅，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这不是汤，这是羊水，是生命最初始的味道。大道至简，大道至简啊！”老爷子哭得像个孩子。小野次郎也走上前，尝了一口，忽然释怀地笑了。这就是差距吗？我输了，彻底的输了。华夏美食天下第一，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捂着脸发出了压抑的哭声，到心彻底碎了。直播间的数据流直接把服务器重瘫痪了3次。卧槽，真的赢了！那锅汤我真的好想尝一尝。我收回我说的话，就这锅汤，说第二谁敢称第一？华夏美食天下第一，品神天下第一。我笑了笑，转身悄悄地离开了。这对我来说只是个小插曲罢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沉淀，我明白了我真正想要的就是食客脸上的笑容，是人与人之间因为美食而产生的温暖凝结。20年后，故里炊烟已经成为全球标志性的餐厅，分店开遍了全球各地。而作为老板的我，编写了全民幸福食谱，全球畅销几亿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而那混沌初开冰火人，被发现可以使人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化内心存在恶意的人。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了罪犯。